全人类穿越到了一条条100吨巨鱼的胃中，外面是只有海洋没有陆地的世界。巨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吞入带有物资箱的海水，流入巨鱼的胃中。人们开启后可获得水跟食物，以及有利于在胃中生存的道具或图纸。巨鱼还会吞入危险的海洋生物，人类只有不断发育才能顺利生存下去。巨鱼以藻类为食，每次进食胃里都会流进大量海水，海水排光后会留下大量的藻类，这时巨鱼会停止游动，将胃里的藻类消化。海藻会非常缓慢地朝着胃部的消化池移动。由于我获得了能听到巨鱼心声的金手指，得知若是主动将海草扔进消化池，就会加快巨鱼的消化，巨鱼游动的时间便会更长，因此我每天得到的物资相比其他人都要多。可这次搬运海草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手臂不知被什么东西划出一条长长的伤口，我慌忙退后，接着一阵甲壳拍打肉壁的声音荡漾开来，因为手臂一直在流血，我需要尽快想办法包扎，于是屏住呼吸后，我便一点点向海藻堆靠近了过去。终于我看到了那未知生物的样貌，那是一只体型异常大的虾，头部还有一节锋利的尖刺，我的手臂应该就是被那尖刺划开的，但它好像并没有什么攻击性，只能在原地不断的弹跳。此刻我恐惧的情绪消退，紧接着就是愤怒，因为目前我没有医疗物品，搞不好就会死于伤口感染。我气得一脚将大虾踢远，免得它又用尖刺将我划伤。然后我从自己的内衣上撕下一根布条，对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止血之后，我继续往消化池搬运海草。不过每次伸手的时候我都变得很小心，以免还有第二只大虾。当海草全部搬完后，我开始琢磨起了怎么处理这只大虾。其实我有想过直接用脚把它踢进消化池中，但我又有些舍不得。它身上坚硬的虾壳要是能完整的剥下来，正好可以覆盖在我的小臂上，以后要是遇到了攻击性强的生物，就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还有虾头上的尖刺也可以用来当刀用。想到这儿，我便打算解决掉这只大虾，然后拿起了物资箱里的一根木材，直接朝大虾一把抡了过去，再然后对着它脆弱的头部就是一顿输出，足足砸了10几分钟才将它砸死。然后我一只脚踩在大虾的身上，另一只脚对着它的头部用力一跺，尖刺直接被我踩断。之后我拿起尖刺将大虾的外壳一点点剥了下来，看着晶莹剔透的虾肉，我咽了咽口水。我心想要是有火就好了，主要我没有吃生肉的习惯，何况还是这个未知世界的生肉，我就更不敢生吃了。此时胃壁空间开始轻微抖动了起来，我知道是巨鱼开始游动了。将虾肉放入物资箱后，我看了一眼手臂上简易包扎的伤口，此时已经有血液渗透出来。我知道这么简单的处理肯定是不行了，于是打开了系统界面的世界交易频道，看看能不能交易到可以止血的医用物品。但大部分人目前都在想办法交换食物，这让我很是紧张。好在不放弃的一番寻找后，我终于看到了一个交换医用物品的信息：医用止血绷带，一个交换3个面包。医疗物品可是救命的好东西，先到先得。我皱眉嘀咕了一句：3块面包也太黑了吧！可我的手臂已经开始渗血，不能再耽搁了。但现在我只有2块面包，根本就不够交易。于是我点开了那个交易者的头像，决定和他讲讲价。朋友，3个面包太多了，1个行不行？对方很快回复：不行，这可是救命的东西。你看看交易频道，哪里还有别人在交易医用物品？怎么了，大兄弟？是受伤了？我没打算说实话，以免对方坐地起价。那倒没有，只是我这个人危机意识很强，所以喜欢早做准备。也对，大兄弟你说的很有道理。那我的医用止血绷带就不打算交易了，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谢谢大兄弟提醒了，我一下就急了。别啊，朋友，2个面包怎么样？大兄弟，你其实受伤了吧？我瞧他发现了。不过想想也是，才来到这世界的第2天，大多数人都在交换食物的情况下，唯有我想交换医用物品，这已经说明了问题。2个面包，1瓶矿泉水，这是我仅存的食物啊！你要是还不换呢，我也没办法。我这条消息发得很决绝，而且也确实是我全部的食物。要是成功交易，我剩下的也就只有2瓶矿泉水。如果今天的3个物资箱都没有开出食物，那我就只能靠喝水过活了。大兄弟，你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嘛，我不会坐地起价的。这样吧，1个面包和1瓶矿泉水，我就和你交换。看到这条消息，我立马心中一喜，可又感觉有些不太现实。难道我这是碰到好人了？接着对方发来的交易信息果然换成了1个面包1瓶水，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交换。物资箱中的面包和矿泉水闪烁起蓝光，随后瞬间消失，替换来的是1卷医用止血绷带。我立即拿起来将伤口上的布条解开，用半瓶矿泉水忍痛清洗了一下伤口，这才将伤口包裹住，血总算是止住了。这时系统界面弹出一条私聊信息：大兄弟，你看我也没有趁人之危，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受伤的？我轻轻笑了一下，这是个聪明人啊，显然是想卖我一个人情，然后从我口中得知受伤的原因。毕竟巨鱼的胃壁空间四周都是柔软的肉饼，想要受伤真的很难。因此我为什么会受伤，自然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而我也并没有藏着，直接将大虾的事情告诉了对方。对话结束后不久，食道方向传来海水声，我连忙将藻类生养槽移动到了食道隔膜旁边，这里受到的海水的冲击最小，然后又将几个物资箱全部放在了藻类生养槽上，海水刚好淹没不到，这样以后我就不用每次都抱起物资箱来。等海水退去后，这次来的是一个新的物资箱，获得石头10个，泥土10份，甘草10份，怎么全是材料？我要食物啊！我现在可就只剩1个面包了。一段时间之后，巨鱼吞入了第2个物资箱，获得小型种植箱图纸，
虽然不是食物，但我还是有些惊喜。种植箱听名字就知道是用来种植食物的，但现在我还缺一些材料，目前无法制作。几个小时后，最后一个物资箱被冲了进来。开启之前，我祈祷着，求求了，给我食物吧。丁，获得苹果1个，香蕉1个。好吧，确实是食物。虽然是水果没有面包顶饿，但也勉强能让我撑到后天了。此时巨鱼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哎呀，累了，睡觉了。于是我也跟着进入了休息。当巨鱼再次活动的时候，我也跟着醒来。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巨鱼进食。期间我打开了世界交流频道，准备看看其他求生者的情况。大佬们，我没食物了，就剩一个西瓜种子了，能不能帮忙我就换一个面包？西瓜种子有个屁用，现在怎么种植都不知道。你居然还想换一个面包？哥们儿别喊了，你从昨天喊到今天一直在喊。目前每天每人就1个物资箱，能不能开到食物完全看运气。大部分人的食物都很短缺，谁会跟你换毫无用处的西瓜种子？看到这条消息，我稍微想了一想，西瓜种子一定可以在种植箱里种植。于是我点了那人的头像，发了一条信息，对方很快回复：大哥，你是要交换西瓜种子吗？是的，但我不是用面包换，而是生的虾肉。没关系，只要是能吃的就行。不过大哥，你从哪里弄到的虾呀？对方显然有些吃惊。我简单和对方说了一下获得虾肉的经过。我这个人不习惯吃生肉，留着过几天就坏了，所以干脆和你交换西瓜种子了。那真是谢谢大哥了。下一秒，西瓜种子就直接交易了过来。我去，这虾肉真的好大。大哥，我叫牛子粗，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绝对没有二话。没关系，都是应该的。客套了一句后，我便关闭了系统界面。一段时间后，巨鱼开始进食，我也准备搬运海草，因为怕被大虾再次袭击。我今天便在小臂套上了昨天剥下来的虾壳，用来防御。然后每次搬运海草前，我都会很小心的在海草里画几下。果然期间我遇到了3只大虾，竟然比昨天还多。但因为有了锋利尖刺的缘故，我这次解决掉它们的过程很轻松。不久后，今天的第一个物资箱冲入了未闭空间。丁，获得铁皮黄桃罐头。我心中一喜，这个不错，糖分很高，能提供很多能量。开开心心的等待第2个物资箱的过程中，牛子粗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大哥，那个尖刺磷虾肉你还有吗？我微微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大虾叫尖刺磷虾的？图鉴里面有，我也是意外发现的。我立马打开图鉴，确实多出了一种生物，难怪总是藏在海草堆中遇见。原来他们的食物就是藻类。但马上一个疑问便出现在我脑海中，不对，那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遇到过尖刺磷虾呢？一番深思熟虑后，我想到了一种可能，难道是我每次都帮助巨鱼加速消化，所以它每天活动的时间远超其他巨鱼，因此游到了存在尖刺磷虾的海域？应该是这样。这么看来，我已经领先其他人很多了。只是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感到高兴，甚至有些担忧。巨鱼距离出生的海域越来越远，遇到的海洋生物就会越来越多。万一巨鱼吞入了我目前不能抵挡的海洋生物，那我恐怕就要死翘翘了。大哥，这尖刺磷虾肉可是好东西啊，吃了之后还可以加一点力量，所以我想用我刚获得的图纸跟你再交换一只尖刺磷虾肉。看到这条消息，我立马惊呆了，尖刺磷虾肉竟然可以加一点属性。你开到的是什么图纸？防具图纸叫尖刺头盔，好像就是用尖刺磷虾的壳制作的。我心中再次一喜，这不巧了吗？专业对口啊！送上门的防具图纸，然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交易，然后立马查看了起来。尖刺头盔制作所需，完整的尖刺磷虾壳3个，布片5个，虾壳刚刚好，只是布片我还没有。于是我决定先看看今天的物资箱能开出什么。要是没能获得布片，那我就去交易频道交易5个，然后我从物资箱里拿出一块尖刺磷虾肉，打算尝尝。意外的是味道竟然还不错。丁，食用尖刺磷虾肉，力量加1。听到系统提示音后，我赶忙打开身体属性面板，力量竟然真的加了1点，但我没感到身体有什么变化，应该是只加了1点，所以并不明显。2-3个小时后，今天的第2个物资箱冲入了未闭空间。丁，获得石头10个，木材10个，布片10个。我心中一喜，布片来了。然后我打开尖刺头盔图纸，点击制作，3只尖刺磷虾壳和5个布片化为蓝光。很快，一个顶端竖着3道尖刺的头盔便出现在我的手上。试了一下，我发现大小刚刚好，然后我又摘下来，小心地放在了一个空的物资箱里，准备明天搬草的时候再带上。这时牛子粗发来了一条消息：白哥，我把尖刺磷虾肉吃了，但这次没有获得力量点。我没意外地点了点头，看来尖刺磷虾肉只有第1次吃才会加力量属性。随后牛子粗信息里透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语气：白哥，我刚才和你交易的图纸还是比较稀有的，那个能不能再加1只尖刺磷虾肉？我原来也只有2只，一只和你交易了，另外1只我自己吃了。明天吧，如果我还能获得的话，那我就再给你1只。我没怎么计较，毕竟防具图纸确实比1只尖刺磷虾肉更有价值。不过我也无法确定牛子粗说的是不是真的，万一他吃了第2只尖刺磷虾肉，依旧能加力量点数，然后故意骗我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剩下的那一份尖刺磷虾肉，我要在明天吃下之后，确定无法继续加力量点的情况下，才会交易给牛子粗。不久后，海水的翻涌声从食道传来，今天的最后一个物资箱来了。丁，获得发热包1个。我心中一喜，这是不是就说明我明天可以把尖刺磷虾肉煮熟吃了？但很快我便打消了这个想法。不行，这个发热包只能使用1次，用来煮唯一的虾肉有点太浪费了。再次醒来，已经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天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将尖刺磷虾肉当早餐吃下。牛子粗果然没骗我，确实无法再增加力量了，这让我微微有些失望。一段时间后，巨鱼开始进食，我将昨天制作的尖刺头盔戴在了头上，等待着搬运海草。可此时我竟意外听到了巨鱼奶声奶气的声音，真讨厌，怎么全是这种东西，一直在抢我吃的。听巨鱼的语气似乎很生气，应该是同样食用藻类的尖刺磷虾在和他抢吃的。看来今天海草中的尖刺磷虾会很多，等下搬运海草的时候我要小心了。而且看样子巨鱼已经游到尖刺磷虾数量
非常多的海域了。突然整个胃壁空间剧烈震动起来，然后开始发生倾斜，最后几乎竖了起来。我猝不及防之下撞在了肉壁上，好在肉壁是柔软的，我除了有些头晕，其他部位没有受伤，但藻类生养槽里的海水全都洒了出来，还有我这几天累积的物资箱也散落的到处都是。随后我猛地抱紧其中一个物资箱，因为里面存放着黄桃罐头和发热包，这两样珍贵物品可不能出事。此刻我脑中满是疑问和惊慌，发生了什么？难道巨鱼遭到其他生物的攻击了吗？虽然巨鱼的体型非常庞大，但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难保不会遇到体积更大的生物对它发起攻击。突然砰的一声惊雷般的炸响穿透了巨鱼的身躯，传入了胃壁空间当中，强烈的音波席卷了我的全身，我脑袋更像是遭受了重击，头痛欲裂。抢我吃的，一尾巴全拍飞。突然响起的巨鱼心声让我一下子知晓了一切异常的缘由。好家伙，原来是在拍虾呀！此刻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胃部空间也已经恢复正常。休息了一下后，我将藻类生养槽扶了起来，虽然里面的海水所剩无几了，但好在巨鱼马上就要进食了，到时候补满就是了。散落一地的物资箱也被我一个个抱了回来。这时巨鱼开始进食，海水涌了进来，我立即打开系统界面，找到藻类生养槽，点击了一下修复，海水便自动注入了进去。随后我进入了今天搬运海草的工作，同时还小心着别让尖刺磷虾将我刺伤。但全部搬运完后，让我意外又惊喜的是，海藻中竟足足有着10只死掉的尖刺磷虾，显然是全部被巨鱼拍死了。刚才它甩动尾巴的响声都差点把我震死，威力可想而知。而且巨鱼今天这才进行第一轮进食，就已经获得了10只，那么等它今天进食结束，是不是最起码加起来也能有个50-60只？不过我想着，如果就这样堆放着尖刺磷虾，下一轮应该就会被海水冲走。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再做一个藻类生养槽，然后将它们贴着胃壁摆成 V 字形，中间的三角区域用来放置尖刺磷虾，多一个藻类生养槽也没有坏处。反正我有很多材料。很快第2轮进食开始，我将尖刺磷虾堆放在角落，用身体护住阻挡海水的冲击，然后打开藻类生养槽的图纸，成功建造出了第2个。接着和计划一样摆成了 V 字形，正好将10只尖刺磷虾围了起来。而现在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天，在巨鱼进食的时候，流入胃中的海水出现了一条体长数米的不明生物。更糟糕的是，手电筒的电量不巧在这时耗尽，没有光线照射的胃部空间直接陷入了一片黑暗。下一刻，不明生物跳出水面向我扑了过来，我忍不住用力瞪大眼睛想看清一切，可却只是徒劳。未知的恐惧在黑暗中无限放大。突然咔嚓的一声，我的头部猛地遭受了冲击，感觉到似乎是某种生物的爪子狠狠抓在了我的尖刺头盔上，发出了尖锐物体摩擦的声音。急剧的恐惧让我浑身麻木了起来，握着尖刺的左手止不住的发抖。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冷静。忽然我又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缠在了脖颈处，黏腻滑溜的触感让我头皮瞬间发麻。漆黑的环境让我下意识地认为那是一个庞大怪物的触手。紧接着它开始收缩，我顿时变得呼吸困难，脸部开始充血。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让我的肾上腺素瞬间爆发，恐惧跟身体的麻木直接消散了大半，随之便是无尽的愤怒。噗呲一声，我猛地挥动左手，将尖刺扎向了那东西，也没管会不会失手扎在自己的脖子上。未知怪物顿时发出尖锐的滋滋叫声，而我也发现叫声竟是从我头上传来的。于是我用右手疯狂向上挥动尖刺，很快就成功将那生物割断。断裂的部位疯狂甩动，大量的腥臭液体被甩出，溅得我一脸，而随后缠绕在我脖颈处的肢体也脱落了下去。一段时间之后，怪物彻底没有了动静，但头上的爪子依旧牢牢抓在我的尖刺头盔上。这一刻，肾上腺素的作用慢慢消失，恐惧的情绪随之再次出现，让我一时间根本不敢轻举妄动。等着直到海水全部退去，我才壮着胆子给手电筒手摇充起了电。灯光射出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条断裂的生物躯体耷拉在藻类生养槽上，正向下滴着血液。接着我摘下了头盔，就见4根船锚形状的锋利牙齿狠狠嵌入了头盔之中。看到这生物的整体样貌，我顿时后背惊出一身冷汗。它没有咬穿我的头骨，完全是我走运，因为头盔根本就挡不住这个怪物的尖牙。我之所以没事，完全是靠着头盔顶部的3根尖刺，让怪物的牙齿和头盔的主体有了一定的距离，所以头盔才没被咬穿。此刻我心有余悸地暗道，牛子粗可真是救了我一命啊！接着我打开系统界面的生物图鉴板块，果然找到了这个怪物毛头蠕虫，体长2到3米，食物类型血液。介绍：寄生在巨型生物体内的寄生虫，尖锐的牙齿能轻松咬开成年人的头，牙齿可以制作工具。看完介绍，我越发感到后怕，这次能活下来完全就是运气好。提前得到并制作了尖刺头盔的图纸。突然食道内传来了海水的翻涌声，我这才想起巨鱼还没有进食结束，于是赶忙将头盔上的毛头蠕虫头部弄了下去，随意的扔在一边，然后将头盔重新戴上，并且我没有走出藻类生养槽的三角空间。好在直到巨鱼进食结束，我都没有再遇见其他毛头蠕虫，于是这才走出来开始搬运海草捡尖刺磷虾。这期间我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额外的给手电筒充电，以确保有足够的电量应对突发情况。刚才在黑暗中遇到未知生物的经历，我实在是不想再经历了。半小时后，海草全部被我搬入消化池，还把毛头蠕虫的躯体也扔了进去丢掉。统计了一下，尖刺磷虾我今天一共获得了58只，其中有8只是鲜活的，没
受到巨鱼的攻击，因此甲壳很完整，可以用来制作尖刺头盔。剩下的50只甲壳破碎的很厉害，根本就没办法用了，所以我决定一会儿在交易频道交易出去。接着我打开系统界面，点开了牛子粗的头像，直接将3只尖刺磷虾赠送了过去，外加一个刚做好的尖刺头盔。一段时间后，今天的第一个物资箱到来，叮，获得铁矿石1个，铜矿石1个，沙子10份。我微微有些意外，竟然还能开到金属矿。接下来我准备和其他的求生者交易尖刺磷虾肉。简单算了一下，今天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天，其他求生者每天都只能获得1个物资箱，算上第1天系统赠送那个，他们目前手中一共有5个物资箱。而居于在我的加速消化之下，每天游动的距离大概是其他求生者的3倍。我是第2天遇到的尖刺磷虾，所以计算了一下，我猜测今天应该就会有人遇到尖刺磷虾了。想到这里，我立即打开世界交流频道，果然看到有人在讨论了。我去，几十公分的大虾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而下面质疑的人你则更多。哥们儿，你是不是饿出幻觉了？显然是目前只有少数人遇到了尖刺磷虾。于是我内心升起了一丝急切感，因为再过几天其他生存者就都会遇到了，到时候尖刺磷虾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于是我没多犹豫，直接将手中的50只尖刺磷虾分成了5种交易方式，上架到了交易频道。每种交易都是10只，第一种是一张图纸交易1个尖刺磷虾，第2种是交易食物1个罐头加面包跟1瓶水交易1只，第3种是交易医疗物品1份交易1只，第4种是交易金属矿石10份交易1只，第5种是交易基础材料50份交易1只。随后我在世界交流频道喊话，出售尖刺磷虾肉，交易频道可见，食用尖刺磷虾肉可增加1点力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消息一发就瞬间炸了锅，有质疑我的，也有在讨论的，你玩游戏玩傻了吧，还加力量点弱智，人家傻不傻我不知道，但你是真的傻。系统界面里就有人物面板数据，这个面板存在的意义不就是用来加点的吗？就这样开始有很多人考虑起了要不要跟我交易，或者讨论起了我的5种交易方式，哪种更加划算。很快其他求生者们便陆陆续续与我交易了起来，没多一会儿我就已经成功交易了43只，剩下的7只都是用来交易图纸的。显然这说明了图纸很稀少，而且大部分开到图纸的人肯定会首先考虑自己留着用。3个小时后，巨鱼都吞进第2个物资箱了，但还是没有人交易图纸。于是我无奈地想着，这7只就用来去交易基础物资吧。然后我随手打开了第2个物资箱，叮，获得矿泉水3瓶。看了一眼自己交易来的大量物资，我笑着嘀咕道，还行吧，虽然我现在已经不缺水了。接下来我查看了交易来的3张图纸，木质地基图纸、铁质匕首图纸、尖刺腿甲图纸。我注意力一下子就放在了尖刺腿甲图纸上，看来它跟尖刺头盔都是一个套装里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凑齐一套。接着我直接将3张图纸都使用了。木质地基图纸需要木材20，铁质匕首图纸需要铁钉1个，木头1个。我一愣，铁钉去哪里找啊？看样子这个匕首短时间内是做不出来了。尖刺腿甲图纸需要尖刺磷虾壳8个，布片10个。虽然我现在只有5个虾壳，但明天应该就能制作出来。图纸看完，接下来就是查看交换的食物，10个铁皮罐头、10个面包和10瓶矿泉水，短时间内是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了。医疗物品9份都是医用止血绷带，剩下的是1盒消炎药。交易的金属矿石一共100份，50份铁矿石，50份铜矿石，最后就是基础材料，一共500份。随后我准备制造一个木质地基，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打开图纸，点击建造，眼前立马出来了一个被4根木桩支撑的平面。我瞬间惊喜的大叫了起来，这个高度正好不会被海水淹没，我再也不用每天都被海水浸泡好几次了。这几天我身上一直是湿漉漉黏糊糊的，那感觉真是一言难尽。高兴之余，我又有些担心木质地基够不够牢固，会不会被海水冲走。于是用力的推了推，竟发现地基的4条木桩似乎是和未闭空间长在了一起，根本推不动。之后我一连建造了6个木质地基，组成了一个2×3的平台，然后将物资箱全部搬到了平台上，再也不用担心物资箱被水冲走了。然后我又想起了小型种植箱图纸，之前不能建造，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地基的原因？想到这儿我眼睛一亮，立马点击了建造小型种植箱，果然成功了。随后我将西瓜种子种进了小型种植箱中，只是这里没有阳光照射，不知道西瓜成熟需要多长时间。接下来我没有事做了，便直接躺在干爽的木质平台上休息。3个小时后，第3个物资箱到来，等待海水退去后，我才跳下去打开物资箱，叮，获得泰坦巨鲲鱼加速生长食物图鉴碎片。我大概猜到了这个图鉴的作用，就是里面记载着能让巨鱼加速增长的食物种类。不过当前只有1片碎片，暂时还没有作用。第2天巨鱼进食的时候，我也从地基上醒来，想起昨天被毛头蠕虫攻击的场景，我立马退到了地基的最内侧，以免被它拖入水中。仔细的来回扫视了一圈后，我发现水中并没有毛头蠕虫游动的痕迹，便立马松了口气。但很快意外竟再次出现了，水中缓缓亮起了2个光点，就像是2只眼睛在水中死死盯着我一样。海水退去后，光源浮出水面，出现的是2个发光的球状生物。我小心翼翼的靠近，然后抽出腰间的尖刺拨动了一下，那光亮就渐渐暗淡了下去。我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以防这是那生物的什么攻击手段，但它似乎对我并没有兴趣，只是将下面的4条触手动了动，重新扶正了自己，然后那暗淡的身体就再次散发出了光芒。我忍不住疑惑，这到底是什么生物？然后立马打开了生物图鉴，日光球虫，体长10厘米，食物类型血液，评价一种会发光的寄生虫，没有什么攻击性，或许可以用来照明。我有点无语。
语，居然又是寄生虫，不过它可比毛头蠕虫可爱多了。随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它的名字是日光球虫，那是不是就说明它可以为西瓜种子提供阳光吗？想到这儿，我心情忍不住变得激动，然后小心将它从地上抓了起来。只见那4条触手就因为吸食不到血液而开始不断舞动着，身上的光芒也很快暗了下来。接着我来到放置小型种植箱的位置，将日光球虫靠近了一旁的胃壁，那4条触手立马就吸附了上去，而随着吸食到了血液，它便再次发出了亮光。我心中暗暗祈祷着，希望它有作用吧，能让西瓜种子发芽。另一个日光球虫也被我抓过来放了上去。不久后，巨鱼的第一次进食结束，这次我没再遇到毛头蠕虫那样的攻击生物，只有5只尖刺磷虾，我果断将它们解决掉。之后搬完海藻，我打开了世界交流频道，想了解一下目前其他求生者的情况。果然绝大部分人都遇到过尖刺磷虾，而且还有一个极其不好的消息，那就是有人意识到并提出了猜想，是不是将海藻搬入消化池就能增加巨鱼的游动距离。这话一出，世界频道里很快就疯狂讨论了起来，这让我内心顿时升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如果其他人也都发现了这个办法，那我的领先优势将荡然无存。就在这时，今天的第一个物资箱被海水带了进来。叮，获得泰坦巨鲲鱼出虫券1个。我一愣，这是什么？那东西就和钞票一样大，通体金色。随后我脑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钢甲利维坦出虫券，使用后可进入一只成年钢甲利维坦的体内，去消灭它胃壁中的全部寄生虫。任务完成后即可返回，在钢甲利维坦胃壁空间中所获得的物品均可被带回。系统提示音结束后，我嘀咕一句：看来这是一个类似游戏副本的门票。不过我没有着急使用，因为凭我现在的实力跟装备，对付一只毛头蠕虫都很费劲啊。随后我继续观望其他求生者的讨论。现在他们已经确定了主动搬运海草就能加快巨鱼的猜想，但胃壁空间稀薄的含氧量对他们依然是个问题。如果不是像我一样拥有藻类生养槽，那么耗费体力去搬运海藻的话就会缺氧致死。这时有人提出建议说道，缺氧的问题应该是有解决办法的，只要能开到制造氧气的物品图纸，那么搬运海草的这个方法就可以实施。看到这个人的言论，我目光飘向了身后角落的藻类生养槽。一番思虑之后，我决定大批量制作，然后以高价出售，而交换的物品必须是图纸。我要在其他人开到藻类生养槽的图纸之前，将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于是我在世界频道发出信息，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刚好开到了一个藻类生养槽图纸。我去，真的假的？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兄弟！你出售图纸吗？价格你随便提，傻子才会卖你呢，兄弟！你制作出来，然后出售给我，价格好说。就这样，所有人都开始找我询问起了生养槽的价格。我没有急着出售，而是决定先进行一波饥饿营销。大家先不要急，我今天不打算出售，毕竟我还不清楚这个生养槽的氧气产出量有多少，所以这2天我要试验一下它的效果，后天再出售。我虽然这么说，但私信里还是有少数人想找我提前购买。几个小时后，私信人数达到了上万，我直接对他们提出了用图纸交换的条件，这很快就劝退了绝大部分人，到最后只有8个人愿意，但我还是非常欣喜。然后在距离下次进食结束的时候，用胃里留下的海藻制作了8个生养槽，成功交易到了8张图纸。不久后，第2个物资箱被送了进来。叮，获得红薯种子1个，这一刻我心情更好了，因为种子才是能稳定保证食物来源的东西。于是我又造了一个小型种植箱，浇了半瓶水，再然后我大吃大喝了起来。现在我的食物充足，自然没必要饿着肚子。这时一条私信发了过来：你好，我叫子宫出血，就是在世界频道提出搬运海草猜想的人，我想和你交易一台生养槽，可以吗？看完这条消息，我直接气笑了，原来他就是那个可能结束我领先优势的始作俑者，竟然还敢来找我交易。不好意思，没这个想法。子宫出血没有放弃的回复道：我用1张图纸和你交易，甚至需要什么材料我都可以出。我依然拒绝不交易，但他还是不放弃。我知道你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领先其他人，但在这个未知的世界，单独一个人的领先并不是什么好事。你走得越远，危险就离你越近。多我一个人虽然没办法直接帮助你，但是也可以互相提醒，早做准备。看着他这条消息，我思索了起来。的确，之前遇到毛头蠕虫的时候，我就差点死掉。若是有人提前提醒我，我也可以早做准备。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我确实是不想再有了。就这样，我被他说动了。好吧，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交易给你1台。合作愉快，白先生。图纸交易过来后，我打开查看了一下，是一把价值还不错的武器。今天巨鱼的进食已经结束，我便打算也跟着休息。睡前我看了一眼心心念念的小型种植箱，竟然已经发芽了，我脸上瞬间露出了惊喜。日光球虫果然可以代替阳光，但随之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了我脑海中，这东西毕竟是吸食巨鱼血液的寄生虫，如果收集多了一定会对巨鱼有危害，所以我决定以后只保留10只，多余的全部弄死。隔天睡醒，我竟看见发芽的西瓜苗已经长到了10几厘米，红薯也长了5、6厘米，我顿时欣喜不已，食物马上就能自给自足了。接下来我戴上了尖刺头盔，然后用8份尖刺磷虾壳和10份布片制造了一个尖刺腿甲，然后我打开昨天交易的8张图纸，里面竟然有4个尖刺磷虾的套装，尖刺腰带、尖刺长靴、尖刺护腕、尖刺护裆。这一刻我脸上再次露出笑容，然后查看起了这些图纸制造所需的材料。尖刺套装没什么问题，应该很快就可以全部制作出来。目前我手中还剩10份虾壳，于是我果断把尖刺护裆和尖刺长靴制作了出来。此刻穿上了4件装备，我才明显的感到身体有些沉重，这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加上另外2件还没制作出来的装备，我估计身体会直接受不了。然后我打开了人物属性面板，上面显示所有人的各项属性的
正常值为10，而我的力量明显偏弱，也就是说想要顺利穿上一整套装备，就需要想办法增加力量属性。大致算了一下，至少需要把力量属性提升到15点。不久后海水涌入，今天的第一个物资箱要来了。忽然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水下猛地穿梭而过，在水面上激起一串水花，我条件反射般的往木质平台内部撤退，然后寻找着那生物的影子。此刻我脸色极为凝重，本以为巨鱼只有在进食的阶段才会有生物被海草裹挟着进来，现在看来巨鱼吞入物资箱的时候也会有生物进入，但好在那东西似乎对我并没有攻击的意图，反而是在急切的想要离开这个狭窄的空间。一段时间后，海水全部退去，我看到了一条1米长的光带在地上不断的弹跳着，直到不久后它似乎没了力气，光芒才渐渐暗了下去。于是我小心翼翼走过去，将它抓了起来，不是很重，大概20-30斤。然后我打开生物图鉴，净皮梭鱼体长1米，介绍表皮光滑，在水中速度极快，若是被撞到轻则伤及筋骨，重则伤及内脏，肉质紧实弹牙，鱼皮可以用来制作潜水服。看了介绍，我庆幸的多亏自己已经制作出了地基，若是在水中被它撞到，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也知道了这条鱼是可以食用的，就不知道能不能像尖刺虾一样增加属性点，这让我心情有些忐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增加力量。然后我用尖刺匕首将它做成了生鱼片，吃下1/3后，系统的声音响起，叮，食用净皮梭鱼，体质+1，速度+1。我神色大喜，竟然加了2种属性，虽然不是我期盼的力量点，但一次能加2种属性，我还是很开心的。这时牛子粗给我发来信息，白哥，谢谢你前2天给我的尖刺磷虾和头盔，刚才我开到了一张配方，现在送给白哥你。我眼睛顿时一亮，因为那是制作肥料的配方，可真及时啊！有了肥料就能让种植箱里的食物加速生长，尽早达到食物自给自足的地步。丁，低级肥料制作配方，需在堆肥桶中制作，外加甘草5份，巨鱼的粪便5份。我一愣，堆肥桶和甘草我都有了，可巨鱼的粪便上哪儿去找？难道在消化池里可以获得粪便？琢磨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之前获得的掏粪勺图纸，然后一下就懂了，掏粪勺应该就是用来去消化池掏巨鱼粪便的东西。就这样，我果断用5份木材将它制作了出来，然后把5份甘草加入堆肥桶中，来到了消化池边，将掏粪勺探入了进去。当我抽出来的时候，末端的圆筒盛满了绿色的粘稠物，这应该就是巨鱼的粪便了。然后我将其全部倒入堆肥桶内，那味道着实有些冲。我连忙拿起堆肥桶的盖子盖住，接下来就是静静等着肥料制作成功了。之后的时间，我将从子宫初雪那里交易来的武器图纸制作了出来，那是一把比较长的骨刃，比之前的尖刺匕首好用多了。然后我将净皮梭鱼挂上了交易频道，想以此来交易到比较稀有的图纸。接着我又制作出了大量的藻类生养槽，在世界频道疯狂交换起了基础物资。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了我，甚至有人已经在猜想我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金手指，怎么拥有那么多超前的物资。之后我用今天交换来的尖刺磷虾壳成功制作了尖刺胸甲，重量大概有40斤，可再重也得穿，至少能护住身体。睡觉之前我看了一下种植箱里面的情况，发芽的西瓜种子现在已经长出了藤蔓，这让我心情大好。再次睡醒便是来到这个世界的第7天，我第一时间打开了堆肥桶的盖子，里面直接飞出了一坨坨墨绿色的粪团，我吓得连忙躲避。接着脑中响起了提示音，叮，获得低级肥料10份，使用后能缩短作物10%的生长时间。我脸上一喜，然后果断拿来一个物资箱，毫不在意的伸手将其中的8份放了进去。之后又来到小型种植箱前，将剩下的2份肥料团尝试着扔进了种植箱里，而肥料团一接触泥土便立马融化成浓绿色的液体，直接渗入了泥土之中。这应该是施肥成功了，还挺方便的。不久后翻涌的海水声音从食道传来，巨鱼开始进食了。我连忙将鱼骨刀握在手中，半蹲着进入了紧张状态，预防接下来可能遇到的危险。忽然水面猛地翻涌了一下，一条让我心惊胆寒的肉色条状躯体出现在了眼前，又是一条毛头蠕虫。我的心脏顿时一颤，这东西之前可是差点要了我的命，每每回想起来我都心有余悸，恐惧的情绪再次涌来。我握着鱼骨刀的手都不自主的颤抖，主要是我的体力也在一点点的流失，因为身上的尖刺铠甲太过沉重，而我又一直保持着备战的半蹲姿势。时间过得很慢，终于水位开始下降，说明巨鱼已经进食结束。接下来只要等到海水全部排出去，我就会安全很多。就在我松了口气的时候，水面却突然炸开，一只大嘴猛地伸出咬住了我的头盔。我虽然被吓了一跳，但也马上平静了下来，因为尖刺头盔顶部的3根尖刺再一次阻拦了他的口气。接着我毫不犹豫猛地挥动手中的鱼骨刀，狠狠地砍在了面前这条的躯体上。这次的武器可比上次的尖刺强多了，一刀就没入了躯体的一半。随后大量恶心的液体流出，头顶传来刺耳的尖叫声。我不为所动，再次挥动鱼骨刀。而就在即将把他身体彻底砍断的时候，水面又是一声炸响，突然有一只毛头蠕虫咬住了我的尖刺腿甲，随后就是一股极大的拉扯，直接把我横向拽入了水中。我心中惊骇不已，想浮出水面呼吸氧气，可头部和腿骨扯着我的力量很大，并且我还穿着100公斤的尖刺磷虾套装，让我更是很难浮出水面。时间一点点过去，窒息的感觉越发强烈，如此绝境，这下我知道也只能拼了。于是心一横，便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用手上的鱼骨刃狠狠地切割起了咬在头部的毛头蠕虫。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受了重伤的缘故，才刚切了2刀他就松开了我的脑袋。我心中一喜，不管不顾地丢掉了鱼骨刃，然后奋力扇动双手，将身体慢慢浮出了水面，随后就是疯狂地呼吸着氧气。但马上另一只毛头蠕虫就再次猛地将我拖入水中，猝不及防下我猛地灌了几口海水，然后扇动双臂拼命挣扎地再
再次浮出了水面，可才刚咳嗽一下就又被拖入水中。我就这样开始起起伏伏，不停地拍打着双臂。我知道现在只要那只受伤的毛头蠕虫不对我发起攻击，那么我就能和缠住我大腿的这只拖延下去。只要等海水退去，就是我反击的时候。终于海水全部排光，那只毛头蠕虫没有了借力，已经彻底拖不动了。只是那4只船锚形状的牙齿依旧咬着我的腿，好在腿甲的防御阻拦住了它锋利的口气。这也让我彻底放下心来。在知道安全得到了保障之后，一股疲惫感瞬间席卷我的全身。然后我寻找起了那只被我砍伤的毛头蠕虫，可这一看我却彻底来了精神，因为那只受伤的毛头蠕虫竟然趴在地上，正吸取着巨鱼的血液。我立马惊叫一声，然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挣脱了腿上的束缚，捡起了刚才被我丢掉的鱼骨刀，3两下便砍死了腿边的毛头蠕虫，然后快速来到正在吸血的那只跟前。我连砍数刀，终于将它砍死了。日光球虫的体积小，吸点巨鱼的血也就算了，可毛头蠕虫的嘴那么大，若是一直让它吸下去还得了。我小心翼翼地将吸附在胃壁上的牙齿撬了下来，可接着竟看到一个网球大小的圆形血洞出现在胃壁上。我顿时气得一脚将那条毛头蠕虫踢到一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给巨鱼止血？突然我灵光一现，想到了用日光球虫，然后我连忙爬上地基抓了一只日光球虫，接着将它扣在了血洞上，然后就见那4条小触手紧紧吸附在了旁边的胃壁上，并将血洞严丝合缝地封了起来。我心中开心不已，这个办法竟然成功了。此刻所有危机全部解除，那排山倒海的疲惫感便再次袭来。可我现在依旧不能休息，因为巨鱼进食的阶段还没有结束，下一波海水马上就要来了。此刻我心想着，这一身的尖刺套装虽然很重，但却在刚刚受到的攻击中很好的保护了我。如此来看，装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同时我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巨鱼胃里有海水的时候，我根本没必要去观察，我完全可以直接躲起来，等到海水完全退去，再观察有没有生物进来就好了呀。至于躲藏的地点，自然是由石头制造的藻类生养槽后面。之前我第一次在水中遇到毛头蠕虫的时候，就是站在了藻类生养槽形成的夹角空间内，才阻挡了毛头蠕虫对我在水下进行的攻击。就这样，我奋力将藻类生养槽搬上了木质平台，这也导致地基上的空间被严重压缩，本就只有6平米的区域，目前就只剩大概2平米的活动空间了。而这一刻，我也似乎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只感觉异常疲惫，根本没精力下去搬运海草了。一段时间后，巨鱼再次进食，我就按计划躲在藻类生养槽的后面，一直躲到整个进食阶段彻底结束，期间没有再出现过什么意外状况。此刻我吃完了糖分颇高的罐头，再加上休息这么久，因此精力恢复了许多。最后确定没有大型生物存在后，我才走下去安心的搬运起了海草。2个小时后，海草终于搬完，我登上仅剩一点空间的地基上面开始休息。距离巨鱼的下次进食还有3个小时。这时子宫出血给我发来了一条私信，白先生，我想跟你交易一些东西。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好感，加上本就很累，于是直接回复，如果你想要第2台藻类生养槽，那就需要用图纸跟我交易。呵呵，白先生，你想错了，藻类生养槽我要20台，一整套尖刺磷虾壳的装备。我直接气笑了，这个人是不是精神错乱，胡言乱语啊？白先生，不妨先看一下我想用来跟你交易的东西。金丝果、金丝海草的种子，食用后可加5点力量。看完这条信息，我顿时浑身一颤，5点力量，这正是我当前急切需要的。有了这5点力量，我就可以轻松驾驭身上的这一身厚重的尖刺套装了。目前是我来到这世界的第7天，我已经获得了一整套尖刺磷虾制作的装备，但加起来足有100公斤重，这样力量属性偏低的我穿上后负担很大。于是我在世界频道上交易到了一种名叫金丝海草的植物，开出的果实食用后可加5点力量，这是我目前急需的。然后我打开了之前交易到的海草种植箱图纸，点击制作，就见一个比藻类生养槽大上1倍的石槽出现在了眼前。2小时后，在巨鱼吞入今天第2个物资箱的时候，海草种植箱里便自动填满了海水，然后我将金丝海草小心地种在了里面。接着我开启了物资箱，叮，获得装备栏一格，我顿时一愣，然后就看到人物属性面板出现了提示。打开后我发现界面上多出了一个方框，随后脑中响起了提示音，装备栏可将一件装备或是武器收入其中。我瞬间大喜，然后试着将身上最重的尖刺胸甲放上去，一阵蓝光过后，尖刺铠甲便瞬间从我身上消失，出现在了装备栏中。然后我脑海中又是一个念想，尖刺胸甲就又出现在了我身上。我忍不住赞叹，这装备栏可真是个好东西，而且应该是可以多次获得的。之后等待下一个物资箱到来的3个小时内，我继续不断的制作着藻类生养槽，拿到世界交易频道去交易基础材料。目前其他求生者们都已经知道，若是不能自主生产氧气，那么搬运海草帮助巨鱼消化的时候就会缺氧而死，所以我每天交易的数目非常多。因此现在我的基础材料已经快要将手中的20几个物资箱塞满了，这让我很是苦恼，剩下的物资该怎么储存？这时巨鱼送来了今天的第3个物资箱，叮，获得储物柜图纸。我呆愣了一下，随后便是狂喜，简直天助我也。然后我打开了图纸，储物柜图纸制作所需木材20个，太好了，材料要的也不多。我立马点击了制作，20份木材立马从物资箱中飞出，在空中组成了一个高2米、宽1米的木质柜子。根据图纸中的介绍，储物柜内部有100个空间，每一格可以叠加100份物资，也就是说一个储物柜可以存放1万份基础物资，而我目前的基础材料加起来也只有3000多份，连储物柜的1半空间都不到。
最主要的是储物柜占地面积小，放置好后，我立马将22个物资箱里的物品全部转移到里面，然后把没用的箱子扔进了消化池中。来到这世界的第8天，我刚起床就去查看了金丝海草的情况，食槽内没有任何变化，我略微有些失望，不过也在意料之中。金丝果可是能增加5点力量的果子，生长的时间肯定比其他作物要长。接着我来到了小型种植箱的跟前，就惊喜地看到西瓜的藤蔓上已经开花了。照这个进度，估计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吃到甜甜的西瓜了。主要是每天物资箱里的食物基本都是干巴巴的面包，偶尔才会有少量的水果跟罐头，但我又不舍得吃，所以这几天我吃面包都已经快吃到吐，然后不禁嘀咕着什么时候才能改善伙食呢？我现在特别希望能有咸味的食物。这几天无论是人体对盐分的需求，还是味蕾对咸味的渴望，都让我时不时回想起曾经吃过的美食。几个小时后，巨鱼进食结束，我查看起了巨鱼目前的状态。泰坦巨鲲鱼，年龄9天，阶段幼年期，体长35米。评价：一只220吨的小宝宝，没想到8天的时间，巨鱼就已经长了5米。若是我给它加餐，那它是不是就会成长得更快，从而游得更远？目前其他人都已经知道了搬运海草能帮助巨鱼消化这件事儿，因此现在我虽然领先，但身后的其他人也开始和我保持着一样的速度。既然是生存的世界，那我就要将自己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于是我二话不说，直接制作出了第2个储物柜，然后在世界频道收购了1万份价值不高的海草，全部放入了里面，然后才心情愉悦的睡去。再次醒来，已经是我来到这世界的第9天。世界频道里出现了令人无比恐惧的事情，右上角的存活人数开始不断的减少了起来。一开始人数是几十几百的掉，但不久后开始每秒就会死亡上万人。于是我琢磨着算算时间，这应该是其他人开始接连遭遇到毛头蠕虫了。目前存活下来的那些人也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然后他们纷纷开始在世界交流频道问我是如何度过危机的。看到这些消息，我立马眼睛一亮，等的就是这个时候。然后我让牛子初在世界交易频道散播出消息，尖刺头盔可以抵御毛头蠕虫对头部的攻击。一时间频道里就像炸了锅，然后开始疯狂找牛子初购买。而这时候我便把尖刺头盔的图纸借给了他，并让他每天帮我大量制作并交易。而头盔交易的所需则是100份基础材料，或者是10份食物或是矿泉水。基础材料不够的也可以用金属矿石折算。就这样，我再一次大量扩充了库存，并分给了牛子初一些。而当今天的第2个物资箱到来时，我打开之后竟获得了一份方便面，我神色瞬间狂喜，终于可以吃到带咸味的食物了。对于目前的生存环境来说，这哪是红烧牛肉面，简直就是红烧牛肉火锅呀！随后我坐在物资箱上，把泡面里倒满水，然后找出了几天前获得的一次性加热包，将它平稳地放在最下面加热，又把尖刺磷虾的肉切成片放了进去，无比开心地吃了一顿火锅，度过了来到这世界最开心的一天。而第10天就有意外再次来临，物资箱竟然没有按照往常的固定时间流入胃里，并且我多等了1个小时依然没有动静。而其他求生者们却都已经纷纷在世界频道炫耀起了刚才开到的好东西了，这说明只有我一个人出现了问题。于是我急切地思考起了原因。就在这时，食道的隔膜忽然打开，我精神一振，连忙看了过去，以为物资箱终于来了，但食道入口却并没有像之前的每次一样涌入海水。我大脑顿时思绪纷乱，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前可从没有出现过。突然巨鱼的心声在我脑中响起，好不容易才发现一个宝藏洞穴，肚子里的那个小人怎么还不出来呀？我顿时一惊，没想到巨鱼竟然一直都知道我在它的胃里生存着，而且现在还想让我暂时离开它的肚子，去外面寻找一些好东西。但我的心中却不免紧张了起来。这么多天过去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即将要见到外面那充满未知的世界，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外出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但既然巨鱼都明确告知我这是一个宝藏洞穴了，所以这一趟我是必须要去的。于是我先制作了一面木质盾牌放进了装备栏中，接着穿上了尖刺铠甲，手中也提着鱼骨刀，做好了一切准备，然后便缓缓地进入了食道内。我抬头观察了一圈，食道的上下直径大概 1.5 米，我需要弯着腰才能通过。而因为地面很湿滑，我向前走的时候很小心，大概走了7、8米的距离，前方的空间豁然开朗起来，但同样一片漆黑。不过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位置是巨鱼的口中，在这个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它的体内了。继续向前走了5、6米后，我便看到了一堵质地像毛刷一般的白色墙壁，近距离伸手触摸了一下，整面墙壁都是由一根根的长须组成的，但并不像毛刷那般柔软，反而却像一根根竹条那样坚韧。我猜这就是巨鱼用来滤食的须齿了。想要出去肯定是要先翻过这堵须齿墙的，但好在并不高，只有2米，我稍微跳一下就爬了上去。出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岩石墙壁，接着我走在须齿上，顺着岩壁摸索着，最后我发现了一个直径只有1米宽的洞穴。那漆黑逼仄的环境让我心里直打鼓，这应该就是宝藏洞穴的入口了，但里面的空间也实在是太小了，如果要进入其中，我就只能爬着前进，万一遇到危险，恐怕连转身都很困难。但我转念一想，不管了，风浪越大鱼越贵，想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直面危险也是必要的。回想起之前的几次生死经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安稳活下去的办法。于是我顶着木质盾牌就果断钻入了洞穴中。洞穴内部依旧全部都是由岩石构成，我匍匐在地上，将木质盾牌放在最前面，以防遇到什么怪物的攻击。就这么爬了大概10几米的距离，我额头上已经浸满了汗水。又爬了10几米后，我发现周围变得越来越潮湿，地面已经开始积水了，而我越往里爬，水面则越高，甚至直接占据了洞穴一半的空间。我这下更难受
受了，身体泡在水中，头却要高高扬起，姿势要多难受有多难受。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水里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生物。忽然啪嗒一声，什么东西掉在了我的头上，我连忙用手去摸，就看到是一坨半透明的粘液，我恶心的赶紧甩掉。可忽然水下又有什么东西从我的手臂上游过，我吓得直接一个机灵，触电一般的将手抬了起来，水面溅起，造成了很大的响声，在寂静的洞穴中不断的回荡。我强行平复了情绪，吸水的浑浊再加上光线强度不高，让我根本看不到水下的情况，于是我便抬头看向粘液掉下来的地方，这一看可把我给恶心坏了。洞穴的上方沾满了那种粘液，整体上看就像是某种生物爬过留下的一般，但我还是忍着恶心继续前进。只是随着不断的深入，那些粘液就越来越多，甚至连水下的地面都有。粘液让我手脚打滑，根本使不上力，这导致我爬行的速度更慢了，甚至之后我还摔在水里好几次。于是我决定索性先休息一下。可休息了没多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声音，就像是什么东西在岩壁上缓慢爬行一般。我连忙转动脑袋寻找着声音的来源，最后在顶部看到了一条扁平的软体生物，它通体透明，能看到内脏，体长只有20厘米左右。这生物的整体形象并不恐怖，而且也应该对我没有攻击的意图，就只是缓慢的在岩壁上爬行着，然后留下一条长长的粘液。我不再理会它。这时我休息的差不多了，也该继续前进了。可就在这时，前方的水面忽然翻起了层层大型水浪，这让我刚平复下来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看这情况，显然是某种大型生物在朝我快速冲了过来。下一秒，更加沉重的水浪冲击了过来，这次直接差点将我冲倒。我知道那个大型生物马上就到了，于是心也已经提到嗓子眼了。突然一股恐怖的撞击力狠狠地拍在了木质盾牌上，我根本无法阻挡，整个身体直接向后平移了1米有余，同时内脏也被撞得震动。意识空白的一瞬，紧急的情况让我忘记了身体的疼痛，接着连忙用手中的鱼骨刀从盾牌的边缘狠狠地刺了出去，可却听到叮的一声，巨型生物身上发出了清脆的硬物相撞声。我心想完了，鱼骨刀显然是对付不了这只巨型生物，看来它的头部硬得跟石头一样。而巨型生物似乎也意识到我的盾牌起到了防护作用，于是它开始疯狂转动起了身体，洞穴内响起了轰隆轰隆的巨大声响，而木质盾牌也传出了被撕裂的声音。此刻我的心沉到了谷底，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般。我清楚木质盾牌只要一破就是我的死期，情急之下我连忙给牛子初发去消息，牛子初快给我一面木质盾牌。牛子初二话没说，很快就制作好并发送了过来。就这样我放下了鱼骨刀，右手也撑起盾牌，想着现在就只能跟这只巨型生物拼消耗，毕竟它总不能一直转吧，但我却可以一直找牛子初要木质盾牌。可即便如此，我依旧觉得生机渺茫，因为撑住盾牌也是需要力气的，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力气拼得过巨型生物。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木质盾牌损失10几个，我也已经疲惫到了极点。这一刻我感觉死亡将近，但却没什么恐惧的情绪，因为这都是我自己选的。咔咔咔，木质盾牌彻底破损，我也终于看到了那巨型生物的完整面貌。它身躯占据了整个洞穴的80%，整体样貌长得像蚯蚓，头部的甲壳上长了个尖锐的三角形骨锥，它就是通过旋转那骨锥搅碎了我10几面盾牌。接着我看到那甲壳从中间裂成了数瓣，露出了那生物隐藏的口气，里面长满了尖细的牙齿。此刻的我终于是认命了，不再抵抗，只觉得等待死亡真是一种折磨。而就在巨型生物快要咬到我的瞬间，一阵巨大的鸣叫声侵袭了整个洞穴，甚至发生了剧烈的震颤。下一秒，巨鱼的心声竟然响了起来：“你这小虫子是真可恶，竟敢挡着路不让我的小人走，滚开啊！”巨型蠕虫听后扑咬的动作猛地一滞，狰狞恐怖的大嘴立即收缩了回去，接着就仿佛遇到天敌一般浑身颤抖了起来。但我此刻的状态也并不好，因为巨鱼声音形成的音波太过猛烈，通过山洞穿过了我的身体，这也让我两眼发黑，大脑发昏了起来。缓了好一会儿后，我仔细看向了面前的巨型蠕虫，发现它正呆呆地僵在原地不敢动弹，于是我便大着胆子爬了起来。巨型蠕虫见状猛然收缩了身体，下一秒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禁觉得有些滑稽，对于40米长的巨鱼来说，它的确就是一条小虫子。此刻我终于狠狠地松了口气，靠在岩壁上休息了起来，然后通过系统界面找牛子初要了水跟面包。体力恢复一些后，我重新拿起木质盾牌继续向前爬行。前进了大概30多米后，我遇到了一个岔路，为了防止迷路，我遵循右手原则选择了右边。接着我又爬行了30米，空间忽然变得宽敞了许多，我甚至可以直接站立起来了。然后我警惕地转了一圈，发现这里是一个椭圆形的空间，正中间那里有一滩积水，而积水里竟放着一个物资箱。我顿时一喜，可算是见到回报了。然后我连忙拿出来直接打开，叮，获得玻璃20分。我脸上的表情又立马变成嫌弃。就这，虽然玻璃确实是非常稀有的材料，到现在我都没见世界频道上有人开导过。可问题是我现在也还没有以玻璃为材料的图纸啊。不过我也没有太过失落，刚才左边还有一条岔路呢，应该也会有物资箱的。然后我便回到了刚才的岔路口，进入了左边洞穴。这次我爬了有50米的距离，可竟然又一次遇到了岔路。我低声抱怨了一下，再一次选择了右边。爬了30多米后，我又一次进入了一个椭圆的空间，里面果然还有一个物资箱。叮，获得铁钉5个，我瞬间大喜。原本我一直以为铁钉是需要用铁矿石冶炼的，但未必空间内的氧气有限，想要冶炼铁矿石根本就不可能。可没想到现在竟然直接获得了之前的铁质匕首图纸，铁钉就是其中的一种制作材料。在确定周围已经没了别的东西后，我将2个物资箱都发给了牛子初那里寄存，然后再次返回到了第2个岔路口，果断地进入了左边，而这条却格外的长。我爬了足足近200米，才终于爬
爬进一个宽敞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比之前的2个明显大上了很多，并且中间的积水还非常清澈。不仅如此，空间的后方还有一个洞穴，似乎依旧可以继续探索。然后我先来到了这处空间的中央，和之前一样，这里依然有一个物资箱，不过它并不是在水中，而是放置在了一块岩石平台上，并且这个物资箱上还镶嵌着金边。我顿时眼睛一亮，哇塞，不用想也知道里面的东西肯定不简单。就这样，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缓缓将那物资箱打开，叮，获得小型水族箱图纸、铁质大刀图纸、鱼骨铠甲图纸。此刻我的兴奋已经无法形容，竟然开到了3张图纸。接着我打开系统界面的图纸板块查看了起来。小型水族箱图纸需要石头10份、玻璃10份、沙子10份，铁质大刀需要铁锭3个、木头1份，鱼骨铠甲需要大型鱼骨若干、金丝海草纤维100份、鱼脂肪50份、丝绸100份。看完后我一愣，前2张图纸是没问题的，因为所需的材料我都有，回去就可以马上做出来。尤其是铁质大刀图纸，可以说是当前最强武器。现在我手中的鱼骨刀就明显完全不能跟这种铁质武器相比，更何况目前很多人都还没获得过武器。但看到最后一张鱼骨铠甲图纸的时候，制作所需的材料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除了金丝海草，其他的几种材料我都没见过，况且金丝海草我也只有1株，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集齐100份。不过我并没有失落，反而更加有动力了，全是因为这套铠甲的外观太帅了，而且它的防御力也一定惊人，毕竟是用大型鱼骨做出来的，强度自然不是我现在这身虾壳制作出来的套装可以比拟的。摇了摇头后，我决定继续做正事。将金色物资箱再次发给牛子处后，我钻入了这个空间的另一个洞穴。这次我只是爬了50米左右就进入了一个空间，快速的探索了一遍后，我意外的并没有发现物资箱，而是在中央位置发现了一颗鹿角珊瑚，它通体血红，周边还飘荡着一层薄薄的血，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犹豫片刻后，我决定用手触摸一下，看看能不能解锁生物图鉴，查看一下这颗珊瑚的信息。于是我在血红珊瑚上小心翼翼的点了一下，没有发生异常后，我便打开了生物图鉴，里面果然更新，而且还解锁了2种生物。第一个叫凝胶涡虫，体长10厘米，体重200克，一条再生能力很强的软体生物，身体可制作止血凝胶。我心中一喜，这凝胶涡虫应该就是之前看到的那条扁平软体生物，它竟然能制作止血凝胶，那离开时我必须要抓几条回去。随后我看向了第2个解锁的生物，沸血珊瑚虫，体长3毫米，体重0.05克，食物类型血液，群居在沸血珊瑚上的微小生物，可制作沸血粉末。我有些疑惑，这沸血粉末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具体也没介绍清楚。不过不论怎么样，我都是要带回去的，可怎么带回去却让我犯了难。沸血珊瑚虫不能离开珊瑚跟水，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不算好的办法，那就是找牛子初要了石头、沙子跟玻璃。打开图纸界面，点开制作了一个小型水族箱，接着我将内部注满清澈的海水，将珊瑚放了进去，然后传送给了牛子初，放在他那里寄存。办妥之后，我继续前进，在这处空间的后方又有一个洞穴，我带着期盼的心情开始不断爬行，可不久后却发现了不一样，这条洞穴里面竟然有5条岔路，我一时间犯了难，这可怎么选啊？无奈之下，我还是选择了最右边的那条。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感觉到了前方有风吹来，我瞬间惊喜，有风那说明前面就是出口啊，然后立马加快了速度。10几米后，我终于爬出了洞穴，然后开始癫狂的大叫：我出来了，我出来了！哈哈哈。没办法，在洞穴里爬行了那么久，那种黑暗逼仄的空间压抑感让我一度感到有些绝望。可高兴之后，紧接着我却彻底傻了眼，怎么天上有星星了？看着那星罗棋布的天空，我整个人都呆住了。我没有回到巨鱼的口中吗？那我这是在哪儿？来到这个世界10天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外界。此刻虽然是晚上，但海面却并不黑暗，因为天上竟然有着10颗月亮。这时巨鱼的心声在我脑海响起了：小人，你怎么跑到外面去了？很危险的，快回来！我吓了一跳，巨鱼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急切，显然在他看来我实在太过脆弱，独自待在外界非常不安全。而我也很听话，立即回到了洞穴中，开始往回爬。可爬了一会儿，我就又遇到了2条岔路，我彻底迷茫，实在是找不到回去的路啊！巨鱼的心声再次响起：小人怎么回事？右边可还有一个东西没拿呢。我迷茫的神色顿时变为惊喜，看样子巨鱼应该是能感应到洞内的情况，那我便可以顺着它的指引行动。于是我听话的爬向了右边，之后只要我一遇到岔口，巨鱼就会发出疑惑的心声，然后我就照着它的提示爬行。4、5个岔道过后，我终于又进入了一个空间，这里堆满了长条形状的泥巴，我用手抓起一坨，接着系统提示音响起，叮，获得盾岩蠕虫的1份。听后我一惊，然后连忙一把将其扔掉，接着继续在四周搜寻着。刚才巨鱼的心声明确表示，这里就是放置最后一个宝藏的地方，可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任何其他东西，除了泥巴就是泥巴，不会这些就是宝藏吧？思考一番之后，我觉得有道理，毕竟是能当肥料的，说不定这盾岩蠕虫的能让我在巨鱼胃里种的植物生长得更快。于是我管牛子初要了一些空的物资箱以及一把铲子，只要挖完它，我就可以回到巨鱼的胃中好好休息了。之后挖着挖着，那小山逐渐塌陷，突然我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小山的顶端竟然反射着亮晶晶的光芒，我心中一惊，里面竟然埋着宝物。于是我立马加快了挖掘速度，直至整座小山变为一个小泥堆儿。我总算看清了那东西是一棵外表很奇特的植物，大概半米来高，躯干上分出了3条枝丫，上面长了几片水晶构成的树叶，很是好看。枝丫的末端则挂着一颗像石头一样的果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于是决定用手触碰一下，可刚一碰到那石头就直接掉了下来。我一个机灵连忙接住，下一刻脑海中便出现了系统提示，获得岩
岩石果一个，我一愣，这石头竟然是树的果实。既然是果实，看样子应该能吃吧。就这样，我张开嘴准备尝一尝，可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找牛子初要了一瓶矿泉水，清洗了一下才打算咬下去，毕竟这里到处都是炖盐蠕虫的粪便。接着我将那果实放入嘴中，然后用力一咬，但却只听咔的一声，差点没把我的后槽牙崩掉。岩石果实竟纹丝不动，表面只有一道浅浅的牙印。我疼得吸了一口凉气，然后思考了一下，这应该是一种像坚果一样的食物，外面这一层应该是它的保护壳。于是我来到岩壁的旁边，用力一砸，果实果然裂开了。扒开外皮后，里面露出了晶莹剔透的果肉，中间有一颗白色的果核，整体的形象和荔枝差不多。我再次放入嘴中，轻轻一咬，这次我尝到了甜甜的味道，中间的果核更是果香浓厚。丁，获得力量+1，体质+1，速度+1。我的双眼顿时亮了起来，竟然一次给我加了3种属性，虽然都是只加了一点，但我已经很知足了。接着我嘀咕了起来，不知道这个石头果实能不能重复增加属性点。于是我又摘下了一颗，砸掉外壳。不过吃的时候我并没抱什么希望，我从未获得过能重复增加人物属性的食物。丁，获得力量+1，体质+1，速度+1。此刻我整个人都震惊的僵住了，竟然真的重复加了属性点。接着我迫不及待的伸手摘下了最后一个石头，想再次吃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加点。但刹那间我又犹豫了，这岩石果实应该是可以种植的，生长条件应该就是需要种在这种粪便里。如果将它带回到巨鱼的胃中，我完全可以通过种植让它结出更多的果实。于是我放弃了吃下去的想法，将它放进兜里收好。接着我将那株植物从粪便堆上挖了出来，然后将它跟那些箱子全部发送到牛子初那里寄存。此时此刻，这次洞穴的探宝就算是圆满完成了。之后我继续根据脑海中巨鱼的提示，精确地穿过了一道道岔路，期间还顺手抓了10只凝胶涡虫。不知爬了多久，我终于爬回了来时的洞口。漆黑一片的环境让我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巨鱼的嘴中。这一刻，我始终悬着的心也终于是放了下来。接着我将铠甲放进了装备栏，一身轻松地穿过了10道，重新回到了卫壁空间。此刻看着周围的点点光亮，我有了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忽然巨鱼的心声响起，小人终于回来了，可以睡觉了，好困啊。紧接着整个卫壁空间就震动起来，巨鱼开始活动了，应该是在寻找适合休息的地方。我疲惫的淡淡笑了一下，因为现在还不是我睡觉的时候。接着我将寄存在牛子初那里的东西全部要了回来，然后先打算将岩石水晶树安放好，于是便制作了一个小型种植箱，将粪便埋入其中，然后把岩石水晶树种在了上面。接着我将镶金物资箱以及铁锭和玻璃放入了储物柜中，再把装有沸雪珊瑚的小型水族箱放在了木质地基上，然后又制作了一个小型水族箱，将回来时顺手抓的凝胶涡虫放入了其中。第二天睡醒，我先是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属性，如今我的力量已经达到了10点，评价更是变成了一个健康且超越常人的人。只要再获得5点力量，我便可以轻松驾驭100多公斤重的尖刺鳞甲套装。接着我又查看起了沸雪珊瑚的状况，见上面的珊瑚虫都活着，我便放下了心来。可随之一个问题便出现在我脑中，沸雪珊瑚虫靠血液为食，那么我要从哪里去弄血液呢？很快我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像之前一样杀毛头蠕虫，它的血量很大，一只就足够养活全部的沸雪珊瑚虫了。接着我目光看向另外一台小型水族箱，里面的凝胶涡虫可以制作止血凝胶，若是之后被其他大型生物击伤，止血凝胶就可以马上起到强力的恢复作用。然后我抓出了一条，打算试试它的恢复能力到底有多强。我直接用鱼骨刀将它从中间切成2半，放入了小型水族箱中，之后就是耐心等待它的恢复情况了。接着我走下地基，查看起了心心念念的金丝海草，而刚一靠近我就发现它明显长高了一些，并且通体还闪烁起了微弱的光芒。这一刻我情绪忍不住激动了起来，毕竟它结出的果实能增加5点力量，鱼骨铠甲的制作更是需要它的纤维，因此金丝海草的重要性自然不用多说。平复了一下情绪后，我又来到了种植着西瓜的位置，几天前才埋下的种子，现在竟然已经结出了篮球大小的果实。我忍不住惊叹起了这个世界的植物生长速度，显然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成熟。此时查看完一切，时间也快到巨鱼进食的阶段了，于是我便移动到了地基上相对最安全的内侧，将防御装备全部穿好，接着打开了图纸界面，点击制作了铁质大刀，3块铁钉外加1分木材，瞬间化为蓝光，在我面前组合成了一把长度1米的铁质大刀。我单手握着感受了一下重量，然后就发现自己虽然已经拥有了10点力量，但也只能做到简单的挥砍，而且对手腕的负担还不小。于是我尝试双手握刀，再次挥砍了几下，却感到很不协调，非常的别扭。毕竟我前世就是一普通人，哪里耍过什么大刀，看来双手挥刀是需要找时间练习的。这时食道内传来了海水的翻涌声，我立即收起心神，仔细观察着水中的动静，而海水只是平静的排出。至于这次进食并没带来任何危险的生物，之后的2次也一样。看来我今天的运气很好，不过其他求生者就没这么好运了。今天的死亡人数增加了非常多，已经达到了50万人。毛头蠕虫的凶悍程度，还是目前很多发育不好的求生者所抵挡不了的。随后我开始往消化池里搬运海草，而这期间牛子初也遭遇了毛头蠕虫的攻击，不过我给过他一整套尖刺套装，加上我告诉过他应对的办法，因此牛子初成功的解决了毛头蠕虫。事后他把这件事告诉
诉了我，并对我表示了感谢。我听后立马一喜，赶忙让他把毛头蠕虫的尸体发了过来，然后将血液放入了沸血珊瑚所在的小型水族箱中，里面的海水很快就变了颜色。沸血珊瑚虫也兴奋了起来，开始不断吸收起了海水。然后我从储物柜里取出一份海草，扔进了凝胶涡虫之中，作为它们的食物。一切忙完之后，我发现西瓜也彻底成熟了，于是我立马摘下来切成块，悠闲地坐在地基上啃了起来。之前我有想过大面积的种植西瓜，实现彻底自给自足，不愁吃喝，但那最起码需要20-30个小型种植箱，所需的面积目前完全不能让我合理的放置。虽然随着巨鱼这些天的增长，未闭空间已经大了一些，但想要合理的种植大片西瓜，我估计起码要等到未闭空间增长到100平方。接着我将一部分西瓜发给了牛子初，然后又想起了子宫出血。之前我琢磨过，这世界既然存在着交流频道跟交易频道，那么就一定会有团队帮派的出现。于是我便打算也发展自己的队伍，因此就邀请了子宫出血。这女人很精明，不一定能做成朋友，但一起共事或许是不错的人选。此刻我认为也到了该让这女人交投名状的时候了，于是就给她发去消息：子宫小姐，你最近交易到的图纸是不是应该给团队上交一张？子宫出血明显被我搞得一愣。白先生，我加入团队不光一点福利没有，而且你一上来就想要走我一张图纸，为团队做出贡献是分内该做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建立信任的基础。然后在一番拉扯下，我最后说了句：子宫小姐，你要是认为我的要求过分，我们的团队也可以不成立。子宫出血见状立马紧张了起来，她清楚的知道我手中的资源目前是这个世界最多的，就算她自己建立一个团体，也必定发展不过我一个人，于是决定对我上交这个吃亏的投名状。就这样，我挑选起了她手中的图纸，其中一个叫石质研磨的图纸让我立马眼前一亮。沸血粉末就是需要将沸血珊瑚研磨才能制作出来，而制作重要的一环就是拥有一个研磨。于是我果断对子宫出血做出了选择，她没多说什么，直接发送了过来。接着我将吃剩下的一些西瓜发给了她，她立马问我是怎么获得的，显然是有些惊讶。嘿嘿，我自己种的，如果你也想之后能自己种植的话，那就好好为团队做贡献。我知道这女人和牛子初不同，牛子初很单纯，用勤奋就可以让她为我做事，但子宫出血则需要用利益驱使。对话结束后，我便将石质研磨制作了出来，打算这就研磨出沸血粉末，搞清楚它的用途。此时水族箱内之前被毛头蠕虫血液染上颜色的海水已经重新变得清澈，显然是全部都被沸血珊瑚虫吸收了，而且沸血珊瑚的整体似乎也变大了一点。看来只要血液提供的多，沸血珊瑚的生长速度就会越快。如此我便毫不心疼地掰下了一小块放入了石钵中，先是捣碎，接着绕圈研磨了起来。我不知道要研磨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磨得越细越好。不知过了多久，系统的提示音忽然出现在我脑中，叮，获得小分沸血珊瑚粉末，服用后体质加3，10分钟内力量加5，速度加5，加快伤势恢复，1天只可服用1次。我瞬间大喜，这效果也太逆天了。目前我的力量虽然增长到了10点，但穿上100多公斤重的尖刺磷虾套装，行动起来依然对身体有些负担，因此这沸血粉末的10分钟增幅对我简直就是保命的利器。激动之下，我打算这就试一下它的效果，于是全部倒入了口中，又灌了一口矿泉水咽了下去。叮，获得体质加3，力量加5，速度加5。我立马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皮肤也开始微微泛红，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瞬间充斥全身。然后我立马查看起了人物属性面板，力量15点，速度更是来到远超常人的19点。接着我连忙将全套尖刺铠甲穿在了身上，举着木质盾牌，拿起了铁质大刀。虽然依旧能感受到身体的沉重，但负担明显比之前少了太多。此刻在这一身的重压之下，我第一次灵活地跑动了起来。不过19点的速度我倒是没有明显感受到，应该是被重量压制了。于是我将整套尖刺铠甲脱下，尽兴地在未闭空间奔跑了起来。这下我的速度绝对能秒杀前世的短跑世界纪录。突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10分钟已过，力量减5，速度减5，沸血粉末增幅效果消失。这一刻我整个人直接萎了下来，只感觉全身的精力都被抽空，难怪1天只能使用1次，原来增幅过后还有负面的虚弱效果。好在现在已经过了巨鱼进食的危险阶段，不然以我现在这个状态，若是遇到什么有攻击性的生物，恐怕连挥刀的力气都没有了。接下来恢复虚弱的这段时间，我回到木质地基上，吃起了水果罐头来补充糖分，并顺手发给了牛子初几罐。他很快回复，白哥太感谢你了，我刚刚击杀了一只毛头蠕虫，消耗了很多体力，正需要补充呢。不客气。之后我虽然吃了2份罐头补充了糖分，但神色依旧萎靡，眼皮也困得开始打架了，这让我不禁感叹，沸血珊瑚粉末的后遗症实在太强了。但现在我根本就不敢睡觉，因为还有1个多小时巨鱼就会吞入今天的第一个物资箱。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便开始专心思考了起来。不知道用凝胶涡虫制作的止血凝胶是不是也需要用到石质研磨？时间缓缓流逝了1个小时，食道内传来水声，今天的第一个物资箱来了。我也穿上一身尖刺铠甲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次水里进来了一条净皮梭鱼，我见状便松了一口气，等到海水全部排走，我才跳下去将无力的净皮梭鱼处理，然后收起尖刺铠甲并打开了物资箱。叮，获得金矿石1个。我一愣，这2天危险的生物没怎么遇到，而获得矿石的几率却很大，不知道巨鱼现在已经游到了哪片海域。随后我打算看看之前被我切成2半的凝胶涡虫现在怎么样了，于是我来到养殖它们的水族箱前，发现海草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而且凝胶涡虫的数量竟然变成了11条，只是其中2条的体型比其他要小一半，我有些诧异。
难道是之前切成2半的那条现在变成2条了吗？这是何等的恢复能力？不对，准确的说应该是再生能力。然后我伸手抓出一条小的凝胶涡虫，扔进了石钵之中，准备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接着我用研磨棒碾碎了凝胶涡虫的身体，而毕竟是一只活物，因此我觉得有些残忍，可这也没有办法。根据凝胶涡虫的介绍，止血凝胶就是需要用它的身体制成，不过好在它没有血液，因此不会显得太过血腥。很快里面的凝胶涡虫就变成了一坨粘稠的凝胶。丁，获得止血凝胶。大量出血时将止血凝胶敷在伤口上，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止血作用，并能加快伤口的愈合速度。我顿时眼前一亮，止血凝胶原来真的是这么制作出来的，而且作用也非常大。之前毛头蠕虫在胃壁上曾咬过一个血洞，鲜血一直往外流，我当时没什么办法，只能拿日光球虫堵住伤口，不然就要眼睁睁地看着胃壁不断出血。而现在有了止血凝胶，以后若是又有什么生物咬伤胃壁空间，我也能及时的给巨鱼治疗。想到这里，我只觉得10条凝胶涡虫实在太少，于是将其余9条体型大的凝胶涡虫全部切成了2半，以此来增加它们的数量。然后从储物柜中拿出了2份海草，放进了小型水族箱中。接着我把这一份止血凝胶收入了储物柜中，然后将刚才的净皮梭鱼分成了3份，并上架到交易频道，依旧是拿来交易加速巨鱼生长的食物图鉴碎片。现在算算，我已经集齐6片了，还差4片就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图鉴了。于是我索性制作了几把鱼骨刀，继续上架到交易频道，也用来交易碎片。我打算现在干脆一次性收集完整。当前在其他求生者眼中，鱼骨刀完全属于最顶尖的武器，因此这么做我算是血亏。不过现在也不想考虑其中的得失了。事后不出所料，鱼骨刀刚上架就有人交易了一把，紧接着没过多久，3份净皮梭鱼肉也交易了出去，碎片终于集齐了。然后我从储物柜中拿出了之前收集的6块碎片和手中的4块碎片放在了一起。这时脑海提示音响起，泰坦巨鲲鱼加速生长食物图鉴碎片集齐，是否合成？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合成。下一秒，碎片在我面前散发出蓝光，汇聚成了一道屏幕，上面记录了5种巨鱼的食物。第一种是求生者自己种植的水果，投喂5吨，可增加巨鱼生长速度 10%。第2种到第5种分别是绯红海带、竹节海茸、金丝海草、黄金大王藻，都需要投喂10吨才能增加巨鱼的生长速度。看完图鉴上的介绍，我整个人都傻了。这5种食物目前我一个都做不到。第一种看似最简单，只需自己在小型种植箱里种植水果，可我哪里能弄到5吨的这个量？目前根本没那么大的区域放置足够多的小型种植箱。剩下的4种有3种我更是没听说过，这让我不禁无奈苦笑一下，但也不算是毫无收获。起码以后遇到了上面的食物，我可以立马认出来。然后我思考着要不要弄图鉴中的第1种办法，毕竟5吨水果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只要我在世界频道出售小型种植箱，那么其他求生者便能进行水果种植，如此产出5吨的量可以说是轻轻松松，然后我再大量收购就可以了。但问题是我现在还不想把小型种植箱给散播出去，因此我就需要找1000个会按照我指示做事的人，而且他们还要保证不会把消息散播。可这种事实在太难办到了。这时恰巧一条私信发送了过来，您好大佬，我叫楚生，我刚刚和1000多名求生者组建了一个工会，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副会长，不知是否能得到您的青睐。我顿时一愣，然后问道，现在世界系统可以组建工会了吗？不是的，工会是我们自发组建的。然后我们拉起了一个群聊，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我们都认为团结起来才能更快的发展。原来如此，谢谢你的邀请。不过我现在不想加入任何组织。就这样我果断拒绝了这个楚生的邀请，而之后又陆续出现很多工会来邀请我当副会长，但我仍然全部拒绝，因为工会并没在世界系统的板块上，这样自发组建的全靠成员自觉，我感觉很不靠谱。而且我若是愿意，我完全可以自己成立一个。不过该说不说，组建工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生存办法，可以把多人的资源集中在一起使用，就比如一些有价值的图纸，在工会中可以更加便宜的互相出售，但一切的前提是所有人都要守规矩，不然是很难维持的。这时子宫出血又发来消息，问我是否也要组建工会。我不组建，不过你可以以你的名义组建，毕竟之前搬运海草的办法是你提出的，目前你在世界频道还是很有名望的，我也想建立，可我拿什么当筹码？那个楚生的工会可是用10幅图纸做的宣传，此刻我不禁无语。这女人有话从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你想从我这里拿东西就直说，别总想着诱导我。那么好，我直说，我想要回之前交易给你的鱼骨刃图纸。目前武器图纸稀少，以鱼骨刃的强度，绝对可以吸引很多资源富裕的求生者加入。他说完这句，我便开始琢磨了起来。现在我已经有铁质大刀，将鱼骨刃图纸交给子宫出血也不是不行，而且我总是这么疑神疑鬼的，一直不信任他，那拉他入伙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好吧，鱼骨刃图纸可以给你，但是你每天晚上都必须交还给我。可以，我本来也没打算占为己有，毕竟我也没有制作的材料，找你要就是想给那些加入工会的人看看，让他们有点盼头。只是没想到白老板你真的同意了，难道你得到了比鱼骨刃更好的图纸吗？我们是一伙的，别一天天总想着研究自己人，把你的工会管理好，我会给你一个奖励。就这样，我把鱼骨刃发给了子宫出血，交谈也随之结束。而时间过去仅仅1个小时左右，他就成功建立了一个名叫幸存者的工会。工会的入会条件很高，必须上交300份基础材料，但即便如此，依旧有很多人抢着加入。而此刻我正穿好防具，等待着物资箱的到来，期间无聊查看起了世界频道，发现求生者们都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工会名。当然这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改工会名来冒充
虫工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会长记录每个成员的头像，名字可以改，但头像是固定的。系统界面有一个自带的照相功能，截屏之后就可以保留并记录这些人的头像。而子宫出血还规定，入会必须公开自己的图纸资源，方便大家共享。而且他还将这些图纸信息全部截屏，然后发给了我。我收到后便翻看了起来，却发现大部分图纸都没什么价值，就比如木剑跟木盾图纸都属于最脆弱的器具。不久后，今天的第2个物资箱来了，而我发现这次水里进来了多条生物，因此我不免紧张了起来。好在最后海水平静的退去，发现原来是3条净皮梭鱼，我这才松了口气，然后走下去将新的物资箱打开，叮，获得潜水服图纸，我直接一洗，难怪一次性来了3条，原来是给我送来做潜水服的。接着我将图纸使用，制作潜水服需要净皮梭鱼皮5份，布片20份，于是我用尖刺将3条鱼的鱼皮完整剥下，然后点击了制作，储物柜里便飞出了20份布片跟2份鱼皮，与我面前的3份鱼皮同时化为蓝光，变成了一件外表通体光滑的潜水服。我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在这海洋世界，潜水服是一定会大有用处的。到了隔天，我刚起床就巡视了一圈，发现金丝海草长高了10厘米，凝胶涡虫也变成了19条。沸血珊瑚虫由于一直没有吸收到血液，倒是显得有些无精打采。不久后，巨鱼开始进食，海水流进来时，我发现水里只有2个日光球虫，没有其他危险的生物。于是我点击制作了之前交易到的木桶图纸，打算先给沸血珊瑚换一换海水。可正当我打算舀水时，什么东西却忽然在水面闪了一下，我连忙扫视一圈，却没发现任何生物，但还是退到了地基内侧，静静等着海水退去。许久过后，我依然没发现什么异常，于是便想着应该是自己多心了，然后才走下去捡起了日光球虫，放在胃壁上给空间增加光亮。接着我打算开始搬运海草，却突然听到身后出现一道划破空气的声音，转头一看就发现面前有一道模糊的残影，下一刻我的胸甲就被刺穿，胸口处还流出了血液。好在铠甲的保护让我没受到致命伤，而那个模糊物体也被弹飞，可我根本没时间关注身体的伤势，因为周围又连续出现了好几道那种破空声。我迅速抬起胳膊，铁质大刀出现在手中，下一瞬就跟那模糊物体碰撞上，顿时激起了一道火花，紧接着那模糊物体被震开，可我却来不及庆幸，因为另一边的攻击已经抵达身前。于是我快速抬起另一只胳膊，木质盾牌便出现在手中，咚的一声，模糊物体卡在了上面。此刻我也终于看到了这东西的大致样貌，是一只外形像飞碟一样的生物，不过现在没时间仔细研究，因为周围再次传来了2道急速飞行的破空声。我立马扔掉铁质大刀，意念一动，身后的储物柜里飞出20分木材化为蓝光，在我面前组合成了一扇木门。下一刻，另外2只蝶形生物便全部钉在了上面，死死的被卡住，而我依然没有放松警惕，仔细聆听着周围的动静，直到确定没有了其他生物后，我才放下盾牌跟木门，然后再脱下胸甲，接着从储物柜中拿出了昨天制作的止血凝胶。此刻我的胸口处已是血红一片，然后我脱下衣服，用矿泉水清洗了一下伤口，接着涂抹上止血凝胶，伤口立刻就被封住，止血凝胶的效果立竿见影。最后我又用止血绷带缠了一遍，这才彻底松了口气。将衣服上的血迹清洗掉并穿上后，我便捡起了木质盾牌，仔细研究起了上面的蝶形生物。它整体为圆形，用于切割的一圈锯齿坚硬又锋利，下方长有4条腿。然后我打开生物图鉴，剃刀蝶虫，食物类型血液，寄生于巨型生物体内的寄生虫，呼吸之间便能轻易夺走人的生命，躯体可制作锯片。看完介绍，我只感觉心惊胆寒，这毛头蠕虫才出现过几天，现在却又来了一种更危险的寄生虫。而且它体型那么小，攻击时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毛头蠕虫需借助海水才能发挥最强力量，但这剃刀蝶虫则相反，在海水中它反而会因为没有立足之地，无法将那惊人的速度与弹跳力发挥出来，因此它会在海水退去时才发起攻击。此刻我不禁感叹，这巨鱼的胃中空间真是越来越危险了。接着我将这几只剃刀蝶虫全部弄死，然后放入了储物柜中，留着以后做锯齿用。然后我打开系统界面，利用储物柜里的铁钉将损坏的尖刺套装升级一遍。最后我穿上这副新的铠甲，才放心的开始搬运海草。而这次时间很紧急，我刚搬运完巨鱼的第2轮进食便开始了。我依旧警惕地查看着水中的动静，只见一条肉色条形身躯在水面翻滚了一下，是一条毛头蠕虫。同时我还看见了和之前一样的异常闪光。此刻我眉头深深皱起，真是祸不单行啊！这次2种危险的寄生虫竟然都来了，若是像之前一样先等着海水退去，肯定是不行啊。到时候若是毛头蠕虫跟剃刀蝶虫一起攻击，那么我一定招架不住。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趁剃刀蝶虫在水中还不会发起攻击的时候，主动下水先将毛头蠕虫解决掉。就这样，我爆发出了全身的力量，深吸一口气后，饿虎扑食般的跳入了水中。毛头蠕虫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挥动铁质大刀一顿狂砍，一时间海水四射飞溅，很快周围就染上了颜色，而毛头蠕虫也终于被我砍成2半。接着我连忙拖着它的尸体爬上木质地基，放入了沸血珊瑚所在的水族箱中，毕竟这么多血可不能浪费了。而做完这些已经消耗了我大半的体力，于是我又躲入了休息区域来调整状态，准备等海水退去后应付剃刀蝶虫。期间我依然紧盯着水面，却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剃刀蝶虫竟然都聚集了起来。我一愣，难道是因为毛头蠕虫血液的关系？毕竟剃刀蝶虫也是以血液为食的，
见状我心中一喜，这是个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啊！由于剃刀蝶虫在水里无法快速的旋转身体，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攻击力。于是我走出了休息区，缓缓的进入了海水中，接着我手起刀落，砍在了其中一条的身体上。其他剃刀蝶虫立马察觉到了危险，但它们8条腿的结构并不是适合在水下活动，因此逃离的速度很慢。我哪能轻易放过这个弱点，在后面追着就是一顿砍。很快5只剃刀蝶虫就全部被我解决，然后我再次退回到地基上，等到海水全部退去，确认了在没有其他危险时，才彻底松了一口气。而刚才的经历也让我知道了剃刀蝶虫的弱点，只要在海水中放血，就可以将它们全部吸引过来，然后一网打尽。可这个办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血液从哪里来，不可能每次都能同时遇到毛头蠕虫，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巨鱼的血。不过我自然不会这么做，一番思索之下，我还是想到了办法。我决定收购毛头蠕虫的尸体，再把它们的血用木桶存起来就可以。而现在我手握2个工会，一个是全新的，另一个是我昨天指使牛子初组建的。只要让他们2个去让工会的成员上交毛头蠕虫的尸体就好，而上交的人则可以给他们提升工会贡献值。接下来巨鱼最后一次进食，我终于没再遇到什么攻击性的生物了。打开世界系统的右上角一看，今天的死亡人数再次暴增，已经少了200多万人了，不知道明天又会增加多少。之后我联系了牛子初跟子宫出血，让他们替我去收集毛头蠕虫，顺便还告知了他们剃刀蝶虫的信息跟弱点，叫他们小心。而这条信息可以当做工会奖励，告知那些贡献大而且忠诚的会员。此刻一切忙完，我也打算睡觉休息了。可这时系统音却突然在脑海响起，叮！泰坦巨鲲鱼游动的距离已达1万海里，即将离开出生海域，新手保护阶段已结束。根据当前速度，1天之后，泰坦巨鲲鱼将穿越交界海域进入深蓝之海。听到这条消息，我脑袋猛然一震，脸上的表情也僵住了。我过去的这10几天用险象环生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可现在系统却告诉我，我竟然还处在保护阶段。那之后没有保护的深蓝之海又会危险到什么程度？一觉睡醒，来到了穿越海域的最后一天，我意外发现巨鱼今天竟然一直都没有进食，并且还久违的听见了他的心声。那里好像有东西。我有些疑惑，他发现什么好东西了，竟然连饭都不吃了。一段时间后，食道隔膜打开，大量海水涌入，我打起精神观察着水中是否有危险生物，最后什么都没发现。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海水很浑浊。不久后海水退去，我发现这次甚至连海草都没有，地面上却留下了大量泥沙，还有一颗鸵鸟蛋大小的白色圆球。我一愣，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小心地走了下去，仔细观察下，发现似乎是一颗鱼卵。快速摸了一把后，我打开了生物图鉴，大头鱼体长20米，体重100吨，食物类型肉食，介绍一种喜欢掩藏在沙子中捕食的鱼，拥有一定的智商，肉质鲜美可食用，牙齿可以用来制作武器。我有些意外，摸的是鱼卵，介绍的竟然是成年体，并且那句肉质鲜美可食用深深吸引了我，因为以往的生物介绍中只要提到了这句话，全部都是可以增加属性的。接着我轻轻敲开了鱼卵的外壳，然后我将流出来的蛋液倒入了嘴里，一股前所未有的腥气瞬间冲上脑门，但我还是强忍着全部吞了下去。叮！食用大头鱼卵智力+1，提示音出现的一瞬间，我的大脑忽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盈，这种感觉很神奇，没想到一点智力竟然就有这么大的提升，而且我感觉自己对身体的操控力也更强了。忽然巨鱼的心声再次响起，好像又有好东西。我顿时一愣，心想这难道是大战之前的补给吗？之后等待巨鱼吞入好东西的期间，我看了一眼系统界面，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很多，估计到今天为止总死亡人数要达到1000万了，这可还是保护阶段的。然后我赶紧制作了2份沸血珊瑚粉末，给牛子初和子宫出血发了过去，毕竟是自己人，我不能让他们出意外。一段时间后，巨鱼吞入的海水依旧很浑浊，等海水退去后，再次留下大量泥沙，依然没有大型生物。我再次走下地基，就看到几个光滑如玉的贝壳正卧在泥沙中。叮！白玉贝体长20厘米，体重8公斤。介绍：一种由白玉构成的贝壳，肉质鲜美可食用，白玉壳可被泰坦巨鲲鱼吸收，从而生长成鳞片。我心中一喜，又是一个可食用的生物，而且外壳竟能让巨鱼长出鳞片。如果是真的，那巨鱼的生存能力将大大提升，正好可以应对深蓝之海的未知危险。接着我准备撬开白玉贝，可它闭合很紧，捅了10几下都没有撬开，无奈我只好狠狠劈砍起来，劈了几十下才彻底将外壳砸碎。然后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了手掌那么大的肉，直接就大口地吃了进去。叮！食用白玉贝肉，力量+1。我心中一喜，然后又用老办法砸开了第2个吃了下去，但可惜力量没有重复增加。接下来的时间，巨鱼似乎一直在寻找东西，随后食道再次打开，这次竟然流进来一个镶着银边的物资箱。叮！获得石头地基图纸，我瞬间惊呼一声，二话不说查看了所需的材料。石头地基需要石头100份，我果断点击了制作，随后面前便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边长1米的立方体石块，看起来非常的结实。见状我果断又制作了5个，然后又意念一动，将木质地基全部化为蓝光分解，用石质地基全部替换掉了。不久再次来了一个银边物资箱，叮！获得铁钉20个。
我双眼立马放光，铁钉可是很稀有的，之前那么多天加起来我才一共获得了5个，不愧是银边物资箱啊。这时一条私信发了过来，是利维坦工会的会长楚生，大佬打扰了，我们工会想拿到您在出售的那几条净皮梭鱼肉，然而我手里并没有什么价值高的图纸来跟你换，可我昨天开到了一种名叫绯红定位卡的卡片，我无法使用它，但我知道这卡片在未来一定有用，所以想用它来跟你交易可以吗？我看到消息后嘴角都笑歪了。之前加速巨鱼生长的食物图鉴上就有一种食物叫做绯红海带，而这卡片应该就是用来指引区那片海域用的，于是我果断选择交易，随后脑中便提示了作用，叮，获得绯红定位卡，使用后可定位绯红海域，然后我直接使用，但却一样没有使用成功，估计是需要什么前提条件吧，或许离开巨鱼的出生海域就可以了。不久后，巨鱼再次吞入了一个物资箱，叮，获得金锭5枚，可增加金丝海草的生长速度。此刻我眼睛都亮了起来。金丝海草的价值不用多说，但它几天才增长了20厘米的速度，属实让我很着急。现在我终于算是获得它的肥料了。在之后，巨鱼又吞入了一个银边物资箱，打开后开出5块银锭，而银锭有什么用处我是一点也不知道，于是只能先收起来。一段时间后，我感受到巨鱼突然停止了活动，同时它的心声也响起，哎，又发现了一个宝藏洞穴。我听后立马兴奋了起来，这次我岂不是又要狠狠收获一波？于是我立即收拾好防具和武器，和上次一样爬入了食道内，期间还跟牛子初交流一下，让他随时准备支援物品。可我还没走几步，后方的食道隔膜就突然关闭了。我一愣，这是什么情况？虽然我知道巨鱼不会害我，但封闭的环境还是让我紧张和不安了起来。而下一秒，整个空间发生了剧烈震动，地面开始缓缓上升并倾斜，巨鱼似乎正在抬头，可巨鱼却突然上升并倾斜了起来，然后用嘴抵住了洞口。我一个没站稳，直接向后摔在了它的食道隔膜上，而且这里四周都很光滑，我不知道该怎么爬上去。然而没过一会儿，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只见大量的海水灌入了食道，很快就淹没到了我脖子的位置。我心中一惊，连忙收起了沉重的铠甲，通过踩水让自己跟着水位上升。就这样没多久，我便离开了食道，进入了巨鱼的口腔中，然后和上次外出一样，爬上了它的须齿。来到了那个洞口前，仔细向内部观察了一下，我发现这个洞穴跟上次的有些不同，它宽敞一些，而且是向下倾斜的，距离地面有几米高，里面没有积水，似乎是一个空气洞穴。随后我将升级过后的铠甲穿好，拿上铁质大刀跟木质盾牌，这才谨慎地进入了其中。向前走了不久后，我只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臭味，越往里走那味道就越重，甚至让我有些干呕。而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一个岔路口，我小心翼翼走过去，然后探头看了一眼，可紧接着我的心脏就被吓停了半拍，下一秒就不管不顾地丢掉手上的东西，逃跑了起来。跑了一会儿后，我留意起了身后的动静，发现那怪物好像并没有追上来。而这时巨鱼的心声也响了起来，小人怎么跑出来了？里面还有东西没拿呢。我立马精神一振，害怕的情绪一扫而光，看来巨鱼一直在关注着我，而且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轻松，说明这洞穴中并没有能威胁到他的存在。于是我开始有了底气，慢慢往回走，然后壮着胆子走入了拐角，才发现这只巨大生物其实已经死亡，生物表面的皮肤已经开始腐烂，两只如灯笼般的眼睛也已经干瘪，唯有暴露在外面的尖牙依旧完好，并且闪着森森寒光。随后我查看起了生物图鉴，刀齿鳗鱼体长72米，体重160吨，食物类型肉食，躲在洞穴中随时偷袭过路生物，锋利的尖牙能直接穿透生物的躯体，肉质紧实可食用，尖牙可作为武器。我顿时一惊，这体型要是遇到活的巨鱼还真对付不了了。接下来我准备把它能制作武器的牙齿给弄下来，于是拿着石头砰砰砰地凿了几下，本以为会费一番功夫，但没想到一根牙齿很快就脱落，捡起来一看，发现牙根处就像刀柄一样，似乎都可以直接当武器用了。见状我心中一喜，一口气便把30根牙齿全部拔了下来，并发送给牛子初那里寄存。随后我离开这处拐角继续向前走，100多米后终于走到了尽头，前方突然闪烁起了金光，我凑近一看，发现尽头有一个石台，上面放着一个纯金色的物资箱，我目光立马闪烁了起来。上次洞穴中只是镶着金边的物资箱，可就给了我3张稀有图纸，然后我连忙走过去打开，只见一阵金光从内散发，叮，获得泰坦巨鲲鱼鳞变期终极配方唯一拥有。我内心瞬间一阵惊呼，虽然暂时不知道这个配方的具体作用，但听到终极2字，并且最后还附带了唯一，我就知道绝对不简单。随即我果断查看起了配方的内容，可却直接傻了眼，除了第一种材料有介绍外，其他全是问号。我心想应该是需要一步步解锁的吧，而且看第一种配方我就知道这根本就不是我现在能做出来的。无奈的将配方收好后，我便准备离开，可心中却突然有了一个疑惑，拿到如此宝贵的纯金箱子，是不是有些过分轻松了？而那条刀齿鳗鱼应该是守护这个纯金箱子的，但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死了，这才让我捡了便宜。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那巨型生物死得无声无息？难道是深蓝海域的某些大型生物游过来干的？想到这儿，我背脊不受控制地发寒了起来。不久后，我便返回到洞穴入口，脱下一身装备后跳入了巨鱼的口中，而他也知道我回来了，于是缓缓打开食道隔膜，将食道内的水位缓缓下降，让我安全地回到了他的胃里。
查看一番后，我发现好在这里基本没受到巨鱼倾斜的影响，只是小型水族箱跟海草种植箱里的海水洒出来了一些。而隔天起床后没多久，我脑中便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如今我遥遥领先其他求生者，第一个进入了凶险万分的深蓝海域。随后世界系统便告知我获得了这世界唯一的称号——先行者，可自由分配5点属性并随时返还。若失去领先地位，称号将被转移。随后系统音再次响起。叮，请尽快使用钢甲利维坦储存卷，否则将会遭到钢甲利维坦的追杀。此刻我先是震惊，然后便打开了人物属性面板，就看到自己名字的后面多了个先行者的称号。接着我加了5点力量，然后尝试着如何返还，发现只要点击一下那个称号就可以了。这一刻我很是欣喜，因为这5点属性的可操作性非常强，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可以全部加在速度上用来逃跑。若实在逃不了，我也可以立马全部改加为力量来拼命。可紧接着我又变得紧张了起来，因为我这才注意到人物评价的位置上竟然写着一个感染了负氧细菌正在生病的人。愣了片刻后，我回忆了一下这2天的经历，感染这个负氧细菌的原因也只能是因为昨天进入的宝藏洞穴了。仔细想想，那条庞大的刀齿鳗鱼之所以死得毫无外伤，应该就是因为这个细菌，如此也就都能解释得通了。而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这细菌连一只巨型生物都能杀死，所以绝对不是我所能抗衡的。接着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冷静，仔细想想，其实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已经被感染了。而今天一整天我也没感到身体有什么不适，所以这负氧细菌应该不是特别的恶性。目前在没有治疗方法的情况下，也只能先用身体扛着了。于是我便将那5点属性全部加在了体质上面。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下后，我从储物柜中拿出了之前开到的钢甲利维坦储充券，它上面已经多出来了一个3分钟的倒计时。我知道只要这3天一过，钢甲利维坦就会彻底忍受不住，开始对巨鱼进行追杀。这一刻我心中不免紧张了起来。我的巨鱼才出生10几天，体内可就出现过2种极具攻击性的寄生虫，因此我不敢想象一只成年的利维坦巨鱼体内在长期没有被清理的情况下，胃里会有多少寄生虫存在。此刻我真的是有了一种死期将至的感觉。突然巨鱼的心声在我脑中响起，终于找到了，好可怕，我得赶快回去。我一愣，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随后又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进入出生海域。我再次一愣，他怎么又跑回来了？但没多久我便想明白，现在的外面应该是快到晚上了，巨鱼或许是准备在安全的出生海域休息一晚。而之后果然如我所料，他在回到交界海域后就停止了活动。但令我没想到的是，他忽然将10道隔膜打开，放进了大量海水。海水退去后，我就看到一个通体深蓝色的宝箱，也知道了这应该就是巨鱼刚才冒险找到的。我立马将宝箱打开，叮，获得决斗卷。使用方法可任意指定一名求生者决斗，若杀死对方，那么就可以获得对方的所有物资。这一刻我心情不免开始沉重了起来，因为这深蓝宝箱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也就是说以后会有很多人拥有决斗权，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互相掠夺的情况。这根本就不是决斗权，而是欲望贪婪的开关。现在我只希望其他求生者有自知之明，不要来找我决斗。但随即我就觉得这个想法简直是好笑，因为一定会有人想找我以小博大的，而且数量还不会少。但好在我现在正领先着其他求生者3倍的距离，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发育自己。随后深蓝宝箱中继续有物资开出，叮，获得矿泉水食品、肉罐头食品。我心中一喜，因为这些罐头都是鸡肉、牛肉、猪肉，是目前其他人在这个世界根本吃不到的。叮，获得海草20万份。我立马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倒不是因为这20万份海草，而是震惊这深蓝宝箱的容量。毕竟我一个储物柜也只能储存10万份物品，而有了这深蓝宝箱，我就不用再为储蓄空间不够而烦恼了。之后没什么事情做，我便造了2份木质地基用来当休息区，然后跟着巨鱼一起睡了过去。隔天一觉醒来，我就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发现除了有些疲惫，身体并没有其他情况。看来这20点的体质是可以让我对抗病菌一段时间的。此刻系统声音响起，叮，进入深蓝之海。巨鱼又继续向前游动，而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这深蓝之海到底有什么危机？昨天能让巨鱼那么果断地逃回去？忽然我耳边响起了巨大的嗡鸣声，而且似乎越来越近了，顿时震得我耳膜生疼。接着胃壁空间猛地一滞，我整个人就横飞了出去。好在胃壁柔软，我才没有受伤，只是剧烈的晃动让我脑袋发晕。又是一阵沉闷的爆炸声接连响起，就像是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水中爆炸一般，并且爆炸的位置就在巨鱼的身侧，这让我差点没晕过去。要不是我现在的体质已经达到20点，很可能直接就被震死了。紧接着我脑中又响起了巨鱼急切的声音，躲起来躲起来。虽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不难猜测，应该是某种巨型生物正在追杀巨鱼。突然轰隆轰隆爆炸的声音再次响起，并且不断变得更近。随后我再次被甩飞了出去，我知道一定是那巨型生物在发起攻击。此刻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而我之所以被甩飞，显然就是巨鱼为了躲避攻击而正在大幅度的扭动身体。接着我死死地抱住了木质地基底下的木桩，毕竟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祈祷巨鱼能顺利地逃过追杀。此刻胃里的空间正剧烈晃动着，是巨鱼在躲避体型更大生物的追杀。我死死抱住木桩，祈祷巨鱼能顺利逃脱。突然他激动的心声响起，快到了快到了。几秒后我就听到胃壁空间的后方传来巨大的撞击声，是那生物在疯狂地撞击着一个山头，似乎非常的不甘心。没多久我便感到巨鱼的游动速度慢了下来，撞击声也变得越来越远。我心想这下应该是安全了，同时也明白了之前处在保护阶段的出生之海原来并不
不是保护我们这些求生者，而是保护巨鱼的。现在刚一进入新的海域，它就立马被巨型生物追杀了。一段时间后，巨鱼的心声再次响起，哎呀，终于找到吃的了！我立马紧张了起来，连忙穿好装备，躲到了地基上的安全区域，进入了新的海域。我猜巨鱼的进食阶段或许会更加危险。不久后，食道隔膜打开，海水涌了进来，期间并无异常。可海水退去后，我就看到了5个椭圆形的外壳，纷纷从里面探出了柔软的身体，就像蜗牛一样。随后头部忽然变成了长满尖牙的口器，猛地扎入了胃壁，吸食起了巨鱼的血液。我见状立马变得愤怒了起来，该死的又是寄生虫！我连忙举起铁质大刀砍向其中一只的头部，那生物猛地缩回了身体，我狠狠地劈在了甲壳上，砰的一道响亮撞击声响起，我就感觉仿佛砍在了石头上，而那甲壳却只有一道浅浅的沟壑。我一愣，没想到这么硬。接着我心中一狠，连续劈砍5、6刀，这才终于把那甲壳砍破，杀死了里面的本体。然后我查看起了生物图鉴，骨甲吸虫，体长30厘米，体重10千克，食物类型血液，拥有坚硬骨甲的寄生虫，骨甲可制作防具。我稍稍放松了下来，因为介绍中没有说这寄生虫有攻击性。接着我打算把它们全部解决掉，可又不想破坏那可以用来制作防具的坚硬外壳。于是我走上地基，从储物柜里拿出了一份铁钉跟木材，打开图纸界面，点击制作了一把铁质匕首，然后来到了一只骨甲吸虫前，直接刺入了它的壳中。很快里面的骨甲吸虫就被我搅碎而死。就这样反复数次，我最后获得了12份完整的骨甲，将它们收入储物柜中。接着我开始搬运海草，心里也开始琢磨了起来。今天巨鱼的进食时间比平时晚了许多，都是因为它刚才被追杀的缘故，因此错过了很多有食物的地方。而这种情况或许以后会出现很多次，于是我决定以后要通过牛子出跟子宫出血的工会，大量的收集海草，从而主动将巨鱼喂饱，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逃脱追杀。1个小时后，我将海草全部搬完，巨鱼消化完后便开始继续游动起来，进入了它今天吞入物资箱的阶段。可不久后，它却突然大叫了一声，语气中明显带着愤怒：“可恶，别跑！”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整个胃壁空间就猛地翻转了过来。此时巨鱼刚刚发现的物资箱突然被抢走，于是追上去就甩了那生物一尾巴。胃里恢复平静后，我就看见食道的隔膜打开了，是巨鱼在指引我外出。于是我穿好了装备走进食道，可刚来到它的口中就被吓了一大跳，因为一只布满血丝的超大眼睛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但很快我就冷静了下来，既然巨鱼能放心让我出来，那就说明外界是暂时没有危险了。于是我大着胆子上前查看了起来，发现那生物已经彻底被巨鱼拍死了，它身上布满了巨大的鳞片，反射着淡淡的金属光泽。随后我查看起了生物图鉴，白鳞鱼，体长8米，体重4吨，食物类型肉食，一种喜欢吞噬的小型鱼类，肉质可食用，鳞片可以用来制作防具。看到可食用3个字，我眼睛顿时一亮，不知道它能给我增加什么属性。同时我猜测物资箱应该已经被这白鳞鱼吞进了肚子，因此我打算抛开它的腹部。我看着白鳞鱼那些能制作防具的坚硬鳞片，就知道切开它的腹部一定会很困难。于是我将先行者称号的5点自由属性全部改加在了力量上，可下一秒我就连着咳嗽了起来。体质的下降导致负氧细菌对我造成了影响，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举起铁质大刀狠狠地就砍了下去，白鳞鱼的腹部瞬间就被切开，然后我连忙将5点自由属性又加回到体质上，身体这才又恢复了正常。而这一刻我也意识到，现在我的身体情况显然是越来越不好了。此时白鳞鱼的腹中流出了大量血液，并伴随着许多被巨鱼拍碎的内脏，不一会儿物资箱也跟着流了出来。我一阵失望，没想到只是个普通的物资箱，不过好在有这条白鳞鱼作为额外的奖励。随后我将它的肉切下来吃了进去，丁，食用白鳞鱼肉体质+2，我心中一喜，这下负氧细菌对我的影响就会更小了。不过我更希望增加的其实是力量，因为钢甲利维坦初中券的期限就剩2天时间了，到时候若是想从大量寄生虫的攻击中活下来，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随后我将白鳞鱼的一部分鳞片割下来装进了物资箱，然后就回到了胃壁空间中睡觉休息。到了隔天，巨鱼总算是没像昨天一样遭到大型生物的追杀，终于顺利的进食了。这一刻我也是松了一口气，看样子这深蓝之海还是会给人喘息时间的。随后我警惕地观察起了水中的情况，就看到了2种熟悉的生物，是一只毛头蠕虫跟几只剃刀蝶虫。如今对现在的我来说，它们已经构不成丝毫的威胁了，因此这一刻我反而有了种亲切感。然后我像之前一样，先是跳入水中将毛头蠕虫解决，接着利用它的血液成功吸引了剃刀蝶虫聚集，最后将它们一网打尽。此刻我想着这也太轻松了，以后每天遇到的都是这种熟悉的寄生虫就好了。随后我转身打算爬上石质地基，却瞬间愣住了，因为我看到地基竟然全部变成了木质的，接着身后产生大量的涟漪。我立马转头，却发现水面明明很平静，这让我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寒意，并且很快就意识到我好像是陷入了某种幻觉当中，于是毫不犹豫地对着自己大腿来了一刀。当我刺伤大腿强行让自己清醒过来时，就见一只软体生物已经将几条触手塞入了我的嘴巴，似乎在输送着什么，同时还有另外2条触手狠狠按住了我的脑袋。我心中一阵恶寒，猛地一把挥动铁质大刀将那些触手砍断，然后连忙用手指抠起了喉咙，想吐出那生物输送进我体内的东西。紧接着一坨粘液就被我呕了出来，只见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虫卵，恶心至极。接着我继续不断的催吐，想要将肚子中的虫卵吐干净。突然一声刺耳的音波响起，我的精神再一次恍惚起来，周围的环境也再次变了模样。此时我正站在海水中，面前不远处有着一只毛头蠕虫，在昏暗的环境下若隐若现。我立马大骂
骂了一声，知道自己这时又被幻象控制，于是赶紧集中精神，就又一次挣脱出了幻象。此刻我也不管体内还有没有虫卵了，举起铁质大刀就对着那软体生物冲了上去。但是越靠近它，我的意识就越混乱，于是只好不管3721，闭着眼睛就是一通乱砍，也不管砍没砍中。在连续挥了10几刀后，我的意识终于不再混乱，而那软体生物也被砍成了好几段，已经没有了生机，而我也几乎耗费了全部力气，于是缓缓退到了石头地基旁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着我打开生物图鉴查看了起来，幻梦海葵虫，体长3米，体重40千克，食物类型血液，一种寄生于巨型生物体内的寄生虫，会通过舞动触手让人类陷入幻想，然后将虫卵植入人体，虫卵会吸收人类的血液加速生长，最终破体而出，体液可当作致幻剂。看完介绍，我不由得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不确定刚才有没有把虫卵吐干净，体内到底还有没有残留。于是我开始疯狂喝水，继续催吐，直到一段时间后，我整个人都吐虚脱了才停下来。接着我开始用木桶收集起了幻梦海葵虫的体液，因为刚才介绍说它的体液可以用来当致幻剂，但收集的过程中我还是在不断的受到影响。不过由于心里有所准备，所以每次我也只是精神恍惚一下，然后很快就能恢复。处理完幻梦海葵虫的尸体后，我又看到一个裂成了2半的椭圆形虫壳，然后我用铁质大刀敲了敲，发现这虫壳虽然看上去很薄，但质地却非常坚硬。随后我捡起了一半，也没费什么力气，它的重量很轻。丁，获得幻梦海葵虫保护壳。我一愣，没想到这还是个材料，不过暂时也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于是我就先放入了储物柜。之后巨鱼的进食阶段很平静，我没再遇到什么奇怪的生物。而搬运海草的过程中，我心里则一直惦记着虫卵有没有吐干净。突然我想到了人物属性面板可是会显示我当前状态的，于是我连忙打开，就见评价那一栏果然有了改变，一个感染了负氧细菌，体内还有着幻梦海葵寄生幼虫的人已经命不久矣。我看过后无奈地叹了口气，竟然真的感染了寄生虫，而且还命不久矣了。随后我走回储物柜旁，拿出了几天前得到的那盒消炎药，虽然我知道它根本就没用，但还是吞服了一粒，算是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海草搬运完毕后不久，巨鱼便开始了吞入物资箱的阶段。海水退去后流入了一个普通的物资箱。丁，获得熔炉图纸。我知道这熔炉自然是用来冶炼金属，但冶炼的过程需要极高的温度，也就代表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可未必空间的含氧量本就不多。我虽然有藻类生养槽，但产生的氧气一定无法支撑一个熔炉的消耗，更何况冶炼的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一氧化碳这类有害的气体。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冶炼熔炉需要生火，可我现在根本没有生火工具。于是一通思考下来，我发现想要冶炼暂时是不可能的，也就只好等到以后再说了。之后巨鱼吞入物资箱的阶段结束，我便打算入睡了，而钢甲利维坦初中卷的倒计时只剩最后20几个小时了，因此我必须要在明天做好一切战前准备。此刻刚睡醒的我状态有些差，因为昨晚我梦到体内的梦幻海葵虫破体而出了，数量级都非常的恶心，所以现在一股内忧外患的压力正萦绕在我的心头。调整了一下心态后，我无奈拿出了之前放在储物柜中的那枚岩石果，打算今晚之前把它给吃下去，看看能不能第3次增加自身的属性。之后巨鱼进食的阶段，我也只是遇到了一波剃刀蝶虫，还有一波骨甲吸虫，并没有遇到食用后能增加力量的新生物。而之后巨鱼也仅仅只吞入了一个物资箱，因为中途它又被什么大型生物发现了，于是就再一次展开了生死逃亡，一直躲到了晚上，所以我就没有获得另外的2个物资箱。此刻巨鱼已经停止活动，开始睡觉了。我知道拖延时间已经没有了意义，于是便做起了最后的准备。然后我拿出了岩石果，在藻类生养槽上将它的外壳敲碎，接着就一口吞下了里面透明的果肉。丁，食用岩石果，力量加1，体质加1，速度加1。我顿时激动了起来，这岩石果竟然真的可以继续增加属性，就是不知道它还能重复增加多少次。之前外出去宝藏洞穴的那晚可真算是捡到宝了。接着我看了眼身后的岩石茎叶树，就见上面已经长出了树叶，并且结出了花生米大小的果实，这不免让我生出了迫切的情绪，想要快点让它的果实成熟。随后我看了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然后意念一动，将先行者的5点自由属性点改加到了力量上，力量一下子来到17点，我瞬间就感觉身上的铠甲没有了重量，就好像只是穿了一件棉袄一样。但马上我便咳嗽了起来，体质降到了18点，让我感到很是虚弱。但没办法，现在我必须强撑着提高力量，才能有更大的几率从钢甲利维坦的胃里存活下来。随后我又拿出了2块铁锭，将铁质大刀升级一遍，再然后我抓出了6条凝胶涡虫，研磨出了6份止血凝胶，还拿出1份沸血珊瑚粉末，全部放入了那个能储存20万份物资的深蓝宝箱中，打算将它一起带进钢甲利维坦的身体里。最后我又告诉刘子初，让他随时准备支援我。如此一切也就都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便拿起了钢甲利维坦初中卷，大声的说了句使用。话音刚落，初中卷上就立即散发出了金光，最后变成了一只身披钢甲的大鱼，在空中飞腾了一下后，它猛地张开大口就将我给吞了进去，随即我便跟着从未必空间消失了。下一秒我出现在了一处漆黑的空间中，这里的地面极为潮湿，空气中还带着腥味，让我有些恶心。我
我立即打开了生物图鉴，钢甲利维坦阶段成年，体长300米，体重20万吨，食物类型肉食以及铁矿。介绍一种喜欢吞噬铁矿的巨型鱼类，鳞片和牙齿都是由骨钢构成，可用于制作防具或武器，还可用于让幻化利维坦吸收生长出骨钢鳞片。详细的看了一遍介绍后，我不禁挠了挠头。虽然知道了钢甲利维坦身上最有用的部位，可问题是我哪有那个能力去扒它的鳞片和牙齿啊？眼下也顾不上这个。我在这黑暗的空间中勘察了一下，最后确定了自己正处于钢甲利维坦的嘴中，目前这里应该还没有危险。于是我打算先做2个实验，第一就是能否在这里制作物品。随后我意念一动，手上便出现了一面木质盾牌，我心中一喜，制作物品没问题。第二就是能不能放置地基，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如果能成功放置的话，那么此次清理寄生虫的过程就会简单的很多。于是我又意念一动，一个木质地基竟真的出现在了眼前，我不禁一阵欣喜。随后我又在钢甲利维坦的嘴中摸索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也就是钢甲利维坦的食道。我知道这里面一定充斥着许多我未曾遇到过的风险。在做好一番心理建设后，我便小心翼翼地缓缓走了进去。此刻在食道内前进了30几米后，我终于看到了钢甲利维坦的胃中景象。一瞬间我只感觉头皮都要炸裂了。只见密密麻麻无数的寄生虫群正在缓慢活动着，这里比巨鱼的胃中空间大了太多，但却并不黑暗，因为有着大量的日光球虫正散发着光亮，而且它们的体型还比我之前遇到的要大很多倍。犹豫了好一会儿后，我才缓缓走入胃壁空间。虫群里也有我认识的毛头蠕虫、骨甲吸虫跟剃刀蝶虫，不认识的则更多。它们全部长相怪异，大部分都正在吸食着钢甲利维坦的血液，因此胃壁上被咬得坑坑洼洼，几乎看不到一块完好的区域，很多地方都溃烂了。我苦涩地嘀咕了一句，这可要我怎么清理啊？随后我准备退回食道内从长计议，但下一秒就见一只满口尖牙的肉虫出现在面前，正张开嘴巴撕咬而来。电光火石间，我迅速做出反应，堪堪躲过了那肉虫的攻击，紧接着挥动大刀将它的头部一刀砍下。而在这一番动静之下，一定范围内的寄生虫全都发现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因此那肉虫头部落地的一刹那，3只毛头蠕虫也已经冲了过来，并且它们的体型也要比我之前见过的大很多，每条都有将近5米的长度。首当其冲的那条张开大嘴就向我袭来，见状我猛地挥动铁质大刀，直接就劈在了它坚硬的头部上，咔嚓一声清脆的撞击音发出。现在我17点的力量可不是之前能比的，因此这大力的一刀直接就劈开了毛头蠕虫的身体，大量鲜血溅了我一身。但我没时间顾及，连忙一个翻滚躲过了后面2只毛头蠕虫的攻击，然后立即站起一个冲刺，一刀直接砍在了它们柔软的身体上，就这样将2只毛头蠕虫同时斩下。可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听突突突的3声，前方忽然飞来了3坨白色粘液，虽然不清楚这是什么，但我还是连忙后退几步躲过。随后就见一只浑身披甲、体型大概3、4米的黄色甲虫，移动着数条短小的凹足，像一辆战车般的冲了过来。只是看那生物的架势，我就知道自己根本无法与其正面对抗，于是便后退了起来，打算先回到食道的内部从长计议。不过还没等我退几步，就见那甲虫踩在了白色粘液上，然后就被狠狠粘住，无法移动。我见状顿时双眼一亮，立马抓住这个机会，打开了带在身后的深蓝储物箱，10份石头瞬间化为蓝光冲了出来。接着我意念一动，打开系统面板，点击制作了1份石墩。随后就见甲虫上方数米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重达500斤的石墩子，然后迅速落下，重重砸在了他的身上，甲壳直接被砸得炸裂开，那寄生虫也瞬间死亡。突突突，又是3坨白色粘液射来。这次我后退的同时也找到了发射而来的位置，那是一种身体柔软倒吊着的寄生虫。由于钢甲利维坦的胃部空间太大，所以顶部与我的距离很远，一时间我还真拿那几个寄生虫没有办法。刷刷刷数道熟悉的破空声响起，我立即做出反应，不断躲避着剃刀蝶虫的攻击，实在无法躲过的就挥动大刀直接砍飞，但越来越庞大的数量着实让我有些吃不消。就这样动静越来越大，胃里的寄生虫也几乎全都发现了我，然后就纷纷向我这边靠近了过来。但眼下我也只能全力招架，并没办法分出精力后撤进入食道。突然我灵光一闪，抓住躲避攻击的一刻间隙，捡起一只剃刀蝶虫尸体，然后像扔飞盘一样扔向了倒吊在顶端的粘液寄生虫，就这样轻松切断了其中一只的身体。见效果显著，我便重复照做了几次，不久后终于将头顶的那些全部杀死了。而没了粘液的打扰，我也总算腾出了空档，然后立即后撤躲入了食道内。但海量的寄生虫很快就追了上来，我立马制造数个石质地基，将食道给堵住，当做洞口死死的守住这里。寄生虫们不断的涌入，就这样我连续的挥砍了10几分钟，双臂都累得有些麻痹了。各种寄生虫的尸体也堆积了起来，但洞口处依旧在不断的涌入，传来各种唏嘘的爬动声。我知道一直这样守下去肯定是不行，体力根本就支撑不住。在大脑12点智力的飞速运转下，很快我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我先是闪身撤退了一段距离，然后迅速制作出一道地基墙把前方封死，再然后转身制作出了一条通道，直接顶在了食道的最高处，其余的空隙也全部用石头地基堵死，只留中间一条笔直的道路。接着我脱下全身的装备，放入了物资箱中，将先行者的5点自由属性加在速度上，然后手臂一挥，把阻拦寄生虫的全部地基收入了系统界面，发送到了刘子初那里。
此刻寄生虫群就像海浪一般的向我涌了过来，我先是一阵头皮发麻，然后就全力冲到了食道的尽头，接着转身打开深蓝宝箱，一捻一动，大量石头就飞了出来，在高空中被我制作成一个个石墩子，刷刷刷，宛如雨点一般的落了下去。食道内顿时发出数道沉闷的撞击声，虫群被砸成了一滩滩肉泥。一段时间后，整个通道都被石墩堆满，于是我大手一挥，又全部发给了刘子初，胃里的寄生虫群便继续向食道涌了进来。然后我再像刚才那样制作起了石墩雨，如此往复一段时间后，通道内终于不再有寄生虫爬进来，只剩几只侥幸存活下来的冲到了我面前。而我也不是吃干饭的，5点自由属性再次加到力量上，几刀就将那几只全部砍死。然后我一念一动，穿上铠甲，趟着地上的肉泥向前走去，终于再次回到了钢甲利维坦的胃里。放眼望去，这里依旧有着大量的寄生虫，但全都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单纯的趴在胃壁上吸血。过了一晚上，我终于全部清理干净，只留下一些日光球虫来照明。而此时我也来到了钢甲利维坦胃中的最里面，只见消化池的旁边有着一座铁矿堆积的小山，我心想总不能空手而归，于是便打算将这些铁矿带回去。可突然轰隆轰隆的几声响起，整个铁矿山莫名震动了起来，紧接着就见一条通体泛着金属光泽，体型足有2米粗的巨大蠕虫从里面钻了出来，它疯狂扭动着身体，似乎非常的愤怒。我大感不妙，正想逃跑，却没想到下一秒它竟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我身前，张着大嘴撕咬而来。我连忙后撤几步，堪堪躲过，并用出全身力气一刀砍了下去，可却只听到金属相撞的声音，并且擦出了一串火花。我顿时心里一沉，这生物的体表竟然是一层铁皮。接着它立即扭动身体，再次朝着我冲来。我快速在空中制作出3个石墩子，然后重重砸了下去，但它只是身体微沉了一下，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然后就抖动了一下身体，将石墩子全部甩开。看到这一幕，我心情已经沉到了谷底，只觉得这只寄生虫目前根本就不是我能清理掉的，而仅仅是我愣神的这一瞬间，它的巨口就再次逼至身前。这次我没来得及完全躲开，身上的铠甲被它咬掉了一块，我一阵后怕，浑身也冒出了冷汗。刚才若是再慢半拍，估计现在整条胳膊都已经没了。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在大脑的飞速运转之下，想到了一个办法。刚才石墩子对那巨大蠕虫虽然没造成伤害，但500斤的重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压制作用，所以只要数量够多，就算杀不死它，也可以让它失去行动能力。但这么做的前提是需要一个狭窄的空间将它困住。于是我脱下铠甲，将5点自由属性加到了速度上。巨大蠕虫在身后疯狂追赶，但现在我22点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它，于是就带着它一边转圈一边放着石头地基。就这样10几分钟后，我成功搭建了一个立方体空间，但体力也已经消耗了大半。我快速调转方向，跑进了刻意留下的缺口。接着我就要进行最危险的一步，那就是带着巨型蠕虫在这里转一圈，好让它的身体盘踞在这里。于是我便以最快的速度从立方体空间的4个角落拐弯，身后连续响起巨大蠕虫撞击在石头墙壁上的声音。终于我跑出了立方空间，然后迅速转身封死缺口。轰隆一下，巨大的撞击音响起，整个石头墙壁直接产生了裂纹。我知道这立方体空间根本坚持不了多久，而且上方还是空着的，只要巨大蠕虫反应过来，它直接就能从上方爬出。于是我赶忙让刘子初把手里拥有的石头全部传送了过来，然后制作成大量石墩子从上空落下。巨大蠕虫疯狂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但很快立方体空间就被填满，压得它再也无法动弹。这一刻我终于有了喘息之机，然后便开始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次的任务是清理所有寄生虫，不然就无法离开，也就是说我必须将那巨大蠕虫杀死。可大刀连它的皮都破不开。略微思考了一下后，我将目光看向了消化池的位置，如果能让巨大蠕虫掉入其中，说不定就可以将它除掉。突然，之前塌掉的铁矿山里闪出一丝金色亮光，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连忙走过去，仔细一看，就发现那是个金色的物资箱。我顿时神色一喜，上去就想打开，却见一条黑不溜秋的东西冲了过来。我迅速躲避，然后看清了那生物的样貌，它和巨大蠕虫长得一样，但只有5-6厘米粗，应该是它的孩子。见状，我灵机一动，谨慎地捉住了这条小蠕虫，然后打开了生物图鉴，想看看能不能找出这生物的弱点。金刚蠕虫，体长20米，体重230吨，食物类型铁矿与钢甲利维坦共生的蠕虫，吞噬铁矿可生产钢铁，身上的钢体可用于制作装备。看完介绍，我立马一喜，原来这金刚蠕虫和钢甲利维坦是共生的关系，它根本就不是吞噬血液的寄生虫。也就是说，我现在只要将最后的几个日光球虫清理掉，那么任务就算结束了，没必要和那只成年金刚蠕虫拼个你死我活。于是我拿上了那个金边物资箱，转身便打算杀了那几只日光球虫。可这时我身后突然传出一道极度愤怒的吼声，下一秒被填满的立方体空间轰然炸开，紧接着巨型蠕虫就朝着我冲了过来。它的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似乎是进入了狂暴状态。我立即反应躲过了这一击，但危机并没结束，紧接着它的尾部就以极快的速度向我甩来。我顿时心中一紧，因为现在自己可没有穿防具，若是被击中，后果一定不堪设想。于是我意念一动，制作出了一个3×3的墙壁挡在身前。可下一刻，石头墙壁竟直接轰然碎裂，巨型蠕虫的尾部重重地砸在了我身上，我被甩飞了几米远才掉在地上。此刻窒息的疼痛感遍布了全身，我张着嘴巴，半晌发不出声音。停顿几秒后，
才强行让自己爬了起来。好在刚才被击中的那一瞬间，我将体质加到了23，这才没有昏死过去。可马上我就咳出了一大口鲜血，紧接着就是头脑发昏，全身没了力气。我知道自己的内脏已经出了问题，但钢筋蠕虫可没给我恢复的时间，此刻已经张着血盆大口冲了过来。生死关头下，我强撑着取出了衣兜里的沸血珊瑚粉末，一口就吃了下去，全身的血液立即加速流动，一股力量瞬间涌了出来，我的身体可以再次活动了。然后一个侧身躲过了攻击，接着转身就朝着食道跑去。可没跑多远，我就忽然一个踉跄，喉咙一甜，再次吐出了鲜血。我知道是自己的身体达到极限了，并且也明白了，在伤势极重的情况下是不能使用沸血粉末的。这时钢筋蠕虫再次冲到了身后，我急中生智，撒出了幻梦海葵虫的体液，立马就对它起到了置换作用。然后在他的视角中就看到我已经跑进了钢甲利维坦的食道，于是连忙追了过去。但很快他就清醒了过来，转头就发现我原来还在未闭空间中。我立即捡起深蓝宝箱，在食道的入口处制作了3到10只墙面，并用大量的石墩牢牢稳固住。砰的一道撞击声发出，见墙壁没有丝毫的动摇，我就知道钢筋蠕虫已经彻底被堵住了。随后打开了刚才被扔在地上的金色物资箱，丁获得牙钢长刀、灵钢胸甲、人力藻类粉碎机图纸、钢甲利维坦的牙齿、一颗装备栏一格。我瞬间大喜，竟然全部都是好东西。我便打算取出牙钢长刀试试手感，可刚一拿在手里，我就猛地往下一沉，整个人差点栽倒。将5点自由属性加在力量后，才勉强能挥动几刀。然后我又取出了灵钢胸甲，这次都不是差点栽倒了，而是直接脱手掉在了地上，因为它实在太重了，根本就不是我现在能穿的。接下来我在图纸界面查看起了人力藻类粉碎机，目前还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而制作的材料是需要木头30个、钢锭10个、铁锭10个。我一愣，虽然从来就没获得过钢锭，不过金刚蠕虫的图鉴上可提到过，它是能够生产钢锭的。随后我查看起了人物面板，旁边的装备栏已经变成了2格。最后我取出了钢甲利维坦的牙齿，就见一颗通体泛着金属光泽的巨大尖牙出现在面前，表面还极其的光滑，用铁质大刀在上面狠狠地砍了2下后，却没见丝毫伤痕。见状我激动地想着，这尖牙应该也算是鱼骨，如果用它来制作鱼骨铠甲，那我是不是就无敌了？这一趟虽然受伤不轻，但有如此丰厚的收获也算值了。此刻我知道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沸血珊瑚粉末的增幅只要一结束，我就会进入虚弱状态。于是我立即来到了铁矿山，扒开一堆铁矿后，很快就找到了钢筋蠕虫的巢穴，周围散落着一些圆柱形的金属。我立即抱起了一颗丁，获得钢锭，我顿时心中一喜，然后全部收入了深蓝宝箱中。而这时那条小钢筋蠕虫不知又从哪里冲了过来，我一把抓住，然后打算随手扔掉，但却忽然一顿，如果把它带回去，是不是就可以让它不断的生产钢锭？于是我立即让刘子触发来一卷止血绷带，把小蠕虫结实的捆住，然后放入口袋。现在这个副本也终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于是我走到了最后那只巨大的日光球虫面前，打算将它清理掉。一刀砍下去后，鲜血如瀑布般的喷出，而接着它的身体里竟掉出了一颗红色的圆球。还没等我来得及思考这是什么，日光球虫的光亮就暗淡了下去。紧接着钢甲利维坦的虚影便缓缓出现，我知道这证明了我此次的副本任务已经完成了，于是连忙捡起了那红色圆球跟2个宝箱，随后整个人就被虚影吞入腹中，下一秒便回到了巨鱼的胃里。此刻我只感觉这里很是狭窄，但却无比的安心。而回过神来后，我竟发现胃里其实一直在晃动。随后就听巨鱼的心声在我脑中响起，语气似乎非常的焦急，肚子里的小人怎么不见了？什么时候不见的？怎么办？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直到不久后他察觉到了我的存在，这才停了下来。疑惑的哎了一声后，他的小脑瓜虽然有些懵，但也没多想什么，然后就开始活动寻找起了食物。而这时我身上的沸血珊瑚粉末效果也已经消失了，因此便进入了虚弱状态，这让本就一身伤病的我更加萎靡了。但我却不能休息，因为现在已经是早上，巨鱼进食和吞入物资箱的阶段都一定不会太平，所以我必须要撑到它休息才行。此刻我想起了手上还拿着的这个红色圆球，于是连忙仔细查看了一番。丁获得钢甲利维坦的血液结晶，一种凝聚了钢甲利维坦血液中精华的结晶，在泰坦巨鲲的鳞片7头位能使其生长出骨钢鳞片。看完系统的提示，我立马一喜，这可是好东西啊！没想到那巨型日光球虫的身体里竟然藏着这么一个宝贝。不过目前巨鱼还没有进入鳞变期，所以我就先把结晶和深蓝宝箱中的物品都转移到了储物柜中，然后制作了一个新的小型水族箱，将带回来的小金刚蠕虫松绑并放在了里面。它脾气特别凶，还总想逃跑。见状，我便从储物柜里拿出了3块铁矿石放了进去，而它见有东西吃了，就立马平静了下来。之后我在未闭空间巡视了一圈，给凝胶涡虫喂了海草，找子宫出血，要了一条毛头蠕虫的尸体，放血喂养一下沸血珊瑚虫。金丝海草还是老样子，不过岩石茎叶树经过1晚上的生长，3颗岩石果已经长到了荔枝大小，按照这个生长速度，今天晚上就能成熟了。一圈巡视完，知道胃里的一切都没问题后，我爬上地基，要死不活地休息了起来。没办法，现在我是真的很累。不久后，食道隔膜打开，海水涌了进来，巨鱼开始进食了，但我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紧张的情绪。在钢甲利维坦副本中经历了几次大战的我，现在已经不会把巨鱼体内的这些寄生虫放在眼里了。等海水退去后，我发现了2只将近2米的白色甲虫，
是昨天在冈甲利维坦胃里被我用石墩子砸死的那种。不过这两只的体型明显要小了很多，我瞟了一眼，动都懒得动一下，只是在上方制作出2个石墩，然后迅速落下。但白色甲虫受到的伤害却并不大，甚至甲壳都没有被砸碎，然后身体一抖就将石墩子抖下去了。倒不是因为它们的甲壳过于坚硬，而是巨鱼的胃壁空间高度太低了，没有足够的重力加速度，所以石墩子下落的威力要小很多。这也让我明白了，在巨鱼的胃里是不能像昨晚那样轻松击杀寄生虫的。我无奈地嘀咕了一句真麻烦，然后将5点自由属性加到了力量上，就走下了地基。2只白色甲虫怪叫一声后就朝着我冲了过来，我丝毫不慌的意念一动，装备栏里的牙钢长刀就出现在手中，然后猛地挥了下去，就听咔嚓一道清脆的切割声，白色甲虫直接被斩成2半，但牙钢长刀的刀势却依旧不减，我一个没收住就要砍到胃壁上，情急之下连忙意念一动，瞬间将牙钢长刀收入了装备栏中。此刻我萎靡的眼睛一下子就被吓得睁大了，本以为那白色甲虫的体表有甲壳的保护，斩起来不会那么的轻松，可没想到这牙钢长刀竟如此锋利，刚才就像切到了豆腐一样。好在有装备栏的存在，要不然我一个没收住把巨鱼的胃壁切开，那问题可就大了。所以在第2只白色甲虫冲过来时，我则是横向挥砍，轻松的给切成了2半。紧接着我就剧烈咳嗽起来，而唾沫中还带着血液，于是赶紧将5点自由属性加回到体质上，这才好了一些。随后我打开生物图鉴查看起来，白甲虫体长2到3米，体重500千克，食物类型血液，一种寄生在巨型生物体内的寄生虫，身披重甲，坚不可摧，甲壳可用来制作防具。看完我忍不住吐槽了起来，这牙钢长刀属实是太过锋利了。而巨鱼之后的进食过程都很太平，没有任何生物流入胃里，所以我就一直半死不活的躺着休息。进食阶段结束后，我便开始搬运起了海草。等海草搬运完后，我又像条死狗躺下准备休息。没办法，我实在太累了。昨晚在副本里跟寄生虫群进行了多次大战后，到现在我还没有休息过。这时子宫出血跟刘子初发来消息，说他们的巨鱼今天没有活动，10道的隔膜打开了，却没有海水流入胃里，应该是遇到我之前跟他们说过的宝藏洞穴了。于是我便打算像当时的刘子初一样做起后勤支援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相继遇到了盾岩蠕虫的攻击，我不断将木质盾牌给他们发送过去。刘子初的巨鱼很快就发现他被拦路了，于是一声鸣叫，直接吓退了盾岩蠕虫。可子宫出血就没那么顺利了，硬是顶着30多面木质盾牌才等到了他的巨鱼察觉。这让我意识到，或许巨鱼跟巨鱼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聪明，有的则迟钝一些。当他们2人都回来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也没客气，直接让他们把今天开到的图纸全部上交。刘子初的银边物资箱开到了铁皮大盾图纸，子宫出血开到了白鳞胸甲，我直接一口气全部制作了出来。铁皮大盾由木头组成，外面包裹着一层比较厚的铁皮，防御力比木质盾牌高了不少。然后我打算测试一下白鳞胸甲的防御力，就先用铁质大刀砍了一下白鳞胸甲，上面只留下一道浅浅的沟壑，并没有受到破坏。不过也比不上我升级过后的铠甲。此时岩石茎叶树的3颗果实已经成熟，我走过去将它们全部摘下，然后敲开一颗直接吃了下去。叮，食用岩石果，力量加1，体质加1，速度加1。我瞬间喜出望外，竟然还能继续增加3种属性。接着我毫不犹豫的又将另外2颗吃下，3种属性又增加了2次，我无比的震惊。目前食用了6颗岩石果，竟让我增加了18点属性。然后我兴奋的忍不住打开了人物面板，却更加意外的看到人物评价上竟有了变化，被寄生虫感染的提示不见了。我忍不住嘀咕了起来，难道是因为体质的增加，免疫系统直接将体内的寄生虫杀死了吗？思考了一番后，我认为也只有这个解释能说得通了，得知少了一块心头病。现在我别提有多开心了，然后美美的躺在地基上，沉沉的睡了过去。隔天醒来，我依然心情大好。等待巨鱼进食阶段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这几天都还没试过的绯红定位卡，于是立马从储物柜中拿了出来，并说了句使用。原本我只是想随意的尝试一下，但没想到绯红定位卡竟化为了一道金光，直接消失了。叮，绯红定位卡使用成功，已为泰坦巨鲲定位绯红海域。根据当前速度，3天后进入绯红海域。就在我惊讶的时候，巨鱼的心声也在我脑中响起。好像有什么在召唤着我。我不禁一阵欣喜，因为能让巨鱼加速生长的食物图鉴上，其中的绯红海带就在那片海域，所以这一趟我义不容辞。毕竟巨鱼越强大，我就越安全。自从进入深蓝之海，巨鱼就总是被各种生物追得东躲西藏，而我每次都是心惊肉跳，又毫无办法，所以我自然不会错过能帮助它生长的机会。不久后，巨鱼开始进食，海水涌了进来，但我却没像往常一样躲入地基上的安全区域，而是就这么站在湍流的海水中。因为现在以我15点的力量，就算穿上一身铠甲也依然身轻如燕，所以也就没必要躲藏了。突然水面炸开，窜出4只毛头蠕虫，我利落地挥动了几下铁质大刀，便将它们轻松解决。等海水退去后，我再次搬运起了海草。随后我想起来还有一件事要做。5天前我让刘子初和子宫出血对工会成员宣传了小型种植箱，最后选出了80名专门种植水果的人员。因为求生者自己种植的水果同样能加快巨鱼的生长速度，但投喂的量要足足5吨，所以我便想到让部分工会成员一起种植，最后统一收集，算算时间。之前分发下去的西瓜种子应该都已经成熟了，于是我便给刘子初跟子宫出血发去消息，让他们全部收上来。于是他们
便开始收集工会种植的西瓜，最后成功收上来70个。一开始我发下去的小型种植箱是80个，但有6名成员一拿到就脱离了工会，而剩下的74人中又有8人经不住诱惑把西瓜自己吃了，所以最终工会成员中上交了66个西瓜，而剩下的4个则是刘子初跟子宫出血每人种植的2个。我认为总的来说还不错，在这种全靠自觉的情况下，依旧有66人完成了任务，他们是值得信任跟培养的。不久后，子宫出血再次给我发来消息，说有个叫杜子腾的工会会长突然找他，想从他这里购买一把鱼骨刃。我微微一愣，这个人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今天也遇到了宝藏洞穴吗？然后我让子宫出血交易给他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可当子宫出血跟杜子腾交易后不久，世界频道上就出现了一条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决斗券使用成功，生者获得死者所有物资，生死决斗开始。我看到后整个人懵了，然后立即来到了储物柜前，发现自己的决斗卷还在，于是我忍不住皱眉嘀咕了起来。这怎么可能？他哪儿来决斗券？通过查看红色信息上的头像，我看到决斗券的发起人正是杜子腾，而他挑战的人则是天下第一工会的会长王轩。思考片刻后，我忽然想到了一点，应该是今天有其他人也进入深蓝之海了，获得了决斗券，然后高价出售给了杜子腾。10几分钟后，决斗结束，杜子腾赢得胜利，获得了王轩的所有物资。此刻交流频道的求生者们全都陷入了恐慌，突然的变故让求生者们都炸了锅。每天在鱼胃里遇到的各种寄生虫就够让他们心累的了，现在又出现了生死决斗，而我只是笑了笑。之前在获得决斗券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料到了会出现这种局面。此刻获胜归来的杜子腾嚣张至极，并在世界频道直接喊话：各位也看到了，我现在有决定你们生死的能力，从今天开始，怕死的就来加入我的腾飞工会，我保证不会随意杀害同僚。杜子腾说完这些，又把矛头指向了我。对了，你这个什么狗屁大佬，你每天出售的藻类生养槽，要么和我一样价格翻倍，要么别出售，不然我就弄死你。听到杜子腾这么一说，我立马就不屑地制作出了20台藻类生养槽，价格不变的上架到了世界交易频道。这么做当然是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太软弱，否则杜子腾一定会得寸进尺，并且他之所以没找我决斗，而是选择了别人，就说明了他是对我有所忌惮的。毕竟我现在领先着所有人，身上充斥着太多的未知。而对于我的回应，杜子腾也全当没看见，就这样没了动静。世界频道有很多人跳出来表示想让我主持公道，我则完全不理会，继续等待着巨鱼吞入物资箱。突然他的心声在我脑中响起，可恶，别挡路。下一秒整个未闭空间就大幅度震动起来，巨鱼在全力加速，然后突然一停顿，轰的一道海水爆炸声响起，我受到了声波的冲击，但以我现在的体质，只是微微头晕了一下便立马恢复了过来。从声音上判断，巨鱼这次用出的力气比上次拍打白鳞鱼时要大很多，它好像遇到了体积更大的生物。紧接着未闭空间猛地向下一沉，巨鱼的身体遭到了攻击，随即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鸣叫，整个未闭空间跟滚筒洗衣机似的快速旋转起来，我死死抱着木质地基的柱子，才勉强没有被甩飞出去。轰隆，又是一声巨响，巨鱼撞在了一块巨石上，未闭空间猛地剧烈震颤了一下。然而还没结束，巨鱼开始头朝上全力加速了起来，整个未闭空间都竖直了。不久后，它砰的一声跃出了水面，然后开始急速下坠，这让我处在了一种失重状态。又是一声巨响，巨鱼重重地砸了下去，随后终于恢复了平静。战斗似乎结束了，但我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结果是不是巨鱼赢了？这让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不然巨鱼的心声响起，哼，还好你跑得快，不然撞死你。听巨鱼的语气虽然很虚，但却很是硬气，显然是并不轻松地赢得了胜利。我一直提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然后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次遇到的生物体积应该也不小啊，毕竟在巨鱼的全力攻击下还能逃跑。大战结束后，我开始检查各种物品，放在地基上的都没太大的问题，藻类生养槽的水撒了，凝胶涡虫也散落的到处都是，我把它们一点点抓了回来。还有就是小金刚蠕虫，刚才未闭空间上下翻飞的时候，它被折腾得够呛，现在都没精力咬我了。不过看状态应该只是被转晕了，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不久后，我刚整理完所有的物品时，脑海中就响起了巨鱼委屈的心声。哎呦，好痛！我立马就重视了起来，是受伤了吗？巨鱼可不能出问题啊！但无奈我又没办法和他沟通，无法知道他的伤势严不严重，于是便来到了食道隔膜前，在上面用力的拍了拍。这果然就引起了巨鱼的注意，他先是疑惑地嘀咕了一句：“小人是要出来吗？”随即他就浮出了水面，然后打开了食道隔膜。我神色一喜，连忙用石质研钵研磨了30条凝胶涡虫，制作出了大半个木桶的止血凝胶，然后提着进入了食道内。而食道内并非漆黑一片，因为在尽头有道光照射了进来，很温暖也很明亮。我迎着来到了巨鱼的口中，踏入白光的瞬间，我顿时就感觉有些刺眼，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下后，我缓缓地睁开，只感觉一切豁然开朗。这是我来到这世界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温暖的阳光，这磅礴的景色，我不禁感叹一句，真是碧海蓝天啊！接着我张开了双臂，感受着久违的阳光与海风。巨鱼察觉到我的奇怪行为，便发出了疑惑的心声：小人在干什么？我听后一愣，对了，治疗巨鱼的伤势要紧，然后就向前一跃，跳入了海中，然后踩水漂浮了起来。巨鱼见我出来了，就闭合了嘴巴，接着将巨大的身体缓缓下沉，用那圆溜溜的大眼睛懵懂地盯着我。我没有说话，只是拿巨剑在手臂上轻轻划了一道，鲜血从伤口中渗了出来。巨鱼看到这一幕，顿时就吓得睁了睁眼睛，然后我从木桶里抓出一些止血凝胶，
涂在伤口上，鲜血立马就被止住了。巨鱼眨了眨眼睛，很快就明白了我这是打算给他治疗的意思，然后就将整个巨大的身躯潜入了水下，游到了我的下方，慢慢的升起，让我站在了他的身体上。而随着越升越高，他露出水面的部分也越来越多，随之一道道狰狞的伤口就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直接就皱起了眉头。这伤情可比我预想的要严重的多，而且伤口都是细长的形状，就像是被刀划出来的一样。我手里的半桶止血凝胶怕是不够啊。琢磨了片刻后，我决定先给几处大的伤口止血，毕竟凝胶涡虫我一共也就只有40条，而这半桶就用了30条，剩下的10条我必须要留着扩养用，不然以后巨鱼在受到严重的伤势时，可就没足够的数量来给它制作止血凝胶了。随后我开始涂抹起了那些比较大的伤口，止血凝胶的效果依旧显著，立竿见影。一段时间后，1米以上的伤口都被我涂好了，而剩下的那些小伤口，我发现凭借着巨鱼大体型的恢复速度，此时也已经不再流血了。它似乎是感觉到伤口已经不再那么疼了，于是欢快地发出了一声鸣叫，并且心声还在我脑中响起：哎呀，小人好厉害啊！可没想到下一秒他竟突然开心地翻滚一下身体，我直接被他给翻到海里去了。猝不及防下还呛了几口海水，巨鱼很快反应了过来，于是连忙潜入水下，又用身体将我拖了起来。我咳了一口海水，然后在心里琢磨着，难道我的巨鱼是个小憨憨吗？之后巨鱼就不敢再乱动，整个身体稳稳地漂浮在海面上，就像是一座小岛一样。我并没有立马返回未闭空间，而是直接躺在他的身上，吹着海风，晒着阳光。既然出来了，自然要在外面多待一会儿，而且巨鱼身上也有伤，虽然止血了，但也需要休息一下。所以我想着今天后面的2个物资箱就算了。不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之前在胃里因为氧气不足无法燃烧熔炉，可现在我都来到外面了，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我立即坐起身子准备尝试一下。此刻我也懒得回未闭空间拿基础材料，直接就找刘子初要了一些，然后用50份石头制作出了熔炉，在炉内加入了铁矿石。接着我又拿出1份木材，把它削成了一个圆木棍，再把削下来的木屑当成引火物，然后开始了钻木取火。尝试了10几次后，我终于生火成功，熔炉被点燃了。接下来就是要耐心等待，于是我又继续躺在鱼背上晒起了太阳。这一刻我只觉得悠闲且安逸，期间我时不时的就会为熔炉添加木材当燃料，可大概过去了2个小时，熔炉内的铁矿石却只是被烧得通红，并没有融化的迹象。我见状挠了挠头，这情况倒也在意料之中，毕竟炼铁都是需要用石炭来做燃料，燃烧的效率高，产生的温度也高，炉内才能达到铁矿石的熔点。不过虽然我没有石炭，但却可以制作木炭来试一试，因为我刚好拥有小型木炭窑的制作图纸，制作材料也是之前获得过的泥土和干草。不过看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傍晚了，于是我决定明天再制作，因为木炭窑烧制出木炭的时间会很长，马上就到晚上了，巨鱼需要找到一处相对安全地方睡觉，一直漂浮在海上太危险了，所以今天肯定是不行了。不过我并没打算把好不容易升起来的火浪费掉，于是直接返回了未闭空间，用5块铁钉制作出了一口铁锅，又在世界交易频道交易了5包方便面，还有1份尖刺磷虾肉，这才回到了巨鱼的背上。随后我将铁锅架在了熔炉上，倒入了矿泉水，没多久水被煮开后，我便放入了2包方便面调料，又将牛肉罐头给倒了进去，香气一瞬间就在周围扩散开。这一刻我感觉很是满足。随后见牛肉煮的差不多了，我又将切成厚片的尖刺磷虾肉放了进去，然后是切成薄片的白鱼背肉，反正只要是我拥有的食材就全部扔进了锅里。煮熟后我还盛出来，给刘子初和子宫出血都发去1碗，他们吃过后纷纷赞不绝口，毕竟在胃里能生存下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平时更是吃不到带咸味的食物。而今天我虽然少获得了2个物资箱，但还是特别快乐，晒着太阳，吹着海风，吃上了一顿像样的饭，可以说是我来到这世界以来过得最惬意的一天。吃完饭后，那2人都疑惑地问了我是如何生火，我毫不犹豫地把来到外界的办法告诉了他们，因为我想着自己一个人烧制木炭太费事，倒不如让他们2个去弄，然后我直接用现成的就好。可照着我的办法，试着拍打了10道隔膜后，他们的巨鱼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猜测着，可能是他们的力量没达到能引起巨鱼注意的程度。然后刘子初就没心没肺地问了句，那白哥，我要不要给10道隔膜来上一刀，强行打开呢？我直接就吓了一跳，连忙告诫他不要伤害自己的巨鱼。同时在这一刻，我也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似乎都对巨鱼不是很关心，在他们眼中巨鱼只是一种工具或者是一艘船，而唯独我能听见巨鱼的心声，所以我把它当成了好伙伴，会关心它的情况。吃饱喝足后，我便赶紧回到了巨鱼的胃里，打算睡觉休息。而今天过后，距离进入绯红海域也就只剩2天的时间了。今天是我来到这世界的第19天，起床先巡视了一下胃里的情况，我发现小金刚蠕虫已经生产出了一块小钢锭，于是立马惊喜了起来。没想到它才在未闭空间待了1天就已经开始生产了，虽然体积很小，但我已经很知足了。接着我开始等待巨鱼进食，可没过多久它就被一只巨型生物盯上了，然后就开始了逃跑。最后它游得都差点没有体力了，才成功脱险。可这时也已经过了它进食的阶段，我重重的松了口气后，就让子宫出血跟刘子
子初从各自的工会里收上了大量海草，给我发送了过来。接着我便投喂给了巨鱼，而今天我也不打算去外界燃烧熔炉了，因为从巨鱼此刻的心声我得知了，他还仍然处在紧张的状态，这说明在他的生物雷达范围内测到了仍然还有巨型生物在附近游荡。此时刘子初发来消息，他说今天遇到了剃刀蝶虫，由于我提前告诉过他剃刀蝶虫的弱点，所以他很轻松的就度过了这次危机。然后我让他把剃刀蝶虫的信息散播到了世界频道上，又将可以杀死剃刀蝶虫的办法向各个工会的会长高价出售。没多久刘子初便交易到了许多图纸回来，然后发送给了我。我大致看了一下，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名叫石质地板的图纸，制作出来发现有1平方米大小，有2厘米厚，就和地瓷砖一样，可以很好的贴合在地基上。不久后巨鱼吞入了今天的第一个物资箱，丁获得激发胶囊1份，服用后获得力量加5，持续时间5分钟，一天只可使用1次。我拿在手里看了下，发现就是一颗很小的红色胶囊。我心想，这不就是废血珊瑚粉末的削弱版吗？感觉对现在的我没啥用处，于是我便走向了储物柜，打算先将它放起来。可忽然我感觉脚下踩到了什么，目光仔细地向水里看去，发现那是一只条状的黑色生物。我一愣，这难道是海参吗？